子夜时分，凤阁城城东的一条巷子里，张宅的大门被人扣起，声音急促有力，听着叫人心慌。张宅的门房将府门打开了一条缝，眯起一只眼睛往外看，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砰的一声将门关上，敲门的声音却又响了起来。人敲三，鬼敲四，鞋不对脊，脸不对镜，头不对门。长宁侯府的门房也打开了一条门缝。你是何人？为何这个时辰来敲门？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开门，让我进去。门房不敢开，没有听说有人大半夜来访的，于是大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凤歌城不是在宵禁吗？这姑娘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外头？不知她跟长宁侯府有什么关系？萧云舟没有说话，却是朝着穆长黎的身后看去。他胯下的马忽然开始打颤，任他如何拉缰绳，那马都在步步后退，头也低了下来，好像看到了很恐怖的事情。原来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直勾勾地往这边看，目光是盯着穆长黎的。给路，快追！不用了，追不上的。刚刚那个孩子你看到了？看到了。他长什么样？4、5岁左右，身着红袍，大眼睛，很白净，很好看。没有看到别的？你指什么？穆长黎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了。你是穆家的人？算是吧。你是穆家的亲戚吗？要进长宁侯府？但是他们不让我进。关于刚刚那个孩子，日后你若有需要帮忙的，可以到长宁侯府来找我。你不是进不去吗？穆家不是不让你进吗？当初让我走的时候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如今我回来了，自然也不需要让他们同意。他绕开萧云舟，站到了长宁侯府的院墙底下。你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我闻得出你身上的味道，想必你就是我那未过门的姐夫了。他说到这里，忽然纵身一跃，人轻轻飘飘的就站到了墙顶上。提前祝二位百年好合。话说完，人往后一仰，直接仰进了幕府。北路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疯子，他指着墙上头，惊得都说不出话来。哪儿来的未过门的姐夫？胡言乱语。哦，殿下说的是，哪儿来的姐夫？咱们回京就是为了退婚的。长宁侯府除了老夫人以外，全员恶人。这就很有意思了。殿下，这个孩子已经死了至少1个月了。本王昨天夜里还见过这个孩子，就在凤歌城内一处巷子里。那不可能，殿下定是认错了。您看，这尸体虽然还未腐烂，但也是因为天冷的原因。今年入冬早，天气早早就冷了下来，又下过几场雪，这孩子被雪盖着，尸体才保存得相对完好。但咱们验尸并非只验表面，在下仔细查验过，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孩子死于1个月之前，而且尸体是在城外5里处发现的，并不是在城内。也就是说，殿下昨天夜里断不可能在城内见过他。仵作说到这里顿了顿，思量过后又补充道：殿下在边关多年，见过的死人也是大把。其实殿下您只要仔细看看，应该不难看出这孩子真正的死亡时间。萧云舟眉头紧拧着，仵作说的没有错，他是看得出这尸体死了得有1个月了。可是本王昨天夜里确实看见他了，绝对不会有错。特别是他怀里抱着的东西，昨夜他就是这样抱着，就站在本王和罢了，
去查查看有没有哪户人家报案丢了孩子，这孩子穿得不错，不像是穷人家的。他从尸体怀中将卷轴抽了出来。哎，怎么了？回殿下，之前我们试了很多次，都没法把这东西从尸体上移开，不知为何殿下随手一拿就拿起来了。萧云舟没有多想，只是将卷轴展开来看。这幅画有问题。但更有问题的还是面前这具尸体。关于京中近半年诡案连发一事，他从西关回京这一路上也了解了一些。萧云舟从来是不信鬼神之说的，出入战场的人基本都是无神论者。可是眼前这具尸体和昨天夜里出现在街上的那个孩子，让他一直以来的立场开始动摇。堂堂侯府商务就吃这个，堂堂侯府嫡女就给我吃这个。穆青云平日里的午膳是什么规制？几菜几汤几荤几素，米是新米还是陈米？菜是放盐还是不放盐？午膳6菜1汤，4荤2素，米自然得是新米，那菜不放盐还能吃吗？穆长礼懂了，所以只是不给他吃好的。带我去一趟大厨房吧，我对今日的午膳不是很满意，得让他们重做。等到了大厨房时，穆长礼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给他送饭的那位。你说说，这谁能证明她就是二小姐？京城也没人知道二小姐长什么样子呀，总不能随随便便来一个人就说自己是二小姐吧？居然还敢霸占大小姐的天武轩！哼啊，那个天武轩是什么地方？整个京城除了皇宫，再难找出同样好的院子来。那是他说占就占了的，我看呐，他是疯了。哎，芙蓉姑娘，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是不是大小姐有什么吩咐？不是大小姐，是她要来。我的午膳规制为何跟穆青云的不一样？你还想跟大小姐一样？喂，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也就是呢，侯爷还没回来，府里呢才没有拿着大棒子把你打出去。到时候呢，等侯爷回来了，证实你根本就不是二小姐，你看这侯府你还待不待得了？再说了，就算你真的是二小姐，那又如何呢？害死了先夫人，仅凭这一项罪名，就够你死个10次8次了，还妄想要什么嫡小姐的待遇？我呸！这府里呀，只能有一位嫡小姐，你算个屁！你呢？给不给我做饭？你确实没有资格跟大小姐享用一样的午膳。府上没有下令饿死你，已经是善举了。莫要不识好歹。你们呢？有没有人愿意给我做饭的？那些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个婆子，虽然没有敢吱声的，但是也纷纷往后退了半步。啊，这意思就是不做了。可你们是大厨房的人，大厨房的人不做饭，那留着还有何用呢？从前这个家是什么样的我不管，如今我回来了，有些规矩就得依着我的来。既然家里的大厨房不能给我做饭吃，那就谁都不要吃了。一家人嘛，有福就该同享。他开始在大厨房里转悠，很快就相中了灶坑里的一根烧了一半的木柴。他将木柴捡了出来，直接放了一把火，把大厨房给点了。快跑啊！快跑！再不跑就要被烧死了！所有人都跑了出去。很快穆长礼也出来了，但是大厨房没了。杀人偿命，这是因果。所有人都吓傻了。我这个人呢，一向恩怨分明。那个丫鬟以下犯上不给我正经饭菜吃，还在背后讲究我就要处罚他。当然，若论这个，他罪不至死，但他手里握了人命。这座府里很多人手里都握了人命，你回去跟他们说，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老夫人那边已经派人往平县去了，
应该是为了堵平县人的嘴。毕竟一个姑娘家一个人跑出来，谁也不知道途中发生过什么。万一有人嚼舌根子，那说的话可就不好听了。不是说人已经做掉了吗？传消息回来的人说，发现二小姐从平县跑了之后，就一路追了上去。当时下了死手，直接将人打下了山崖。那山崖很高，常有野兽出没，掉下去定然尸骨无存。而且打落山崖之前，还被淬了毒的刀划伤了手臂，按说万无一失。万无一失？那睡在天武轩的是个什么东西？他是谁啊？次日天刚亮，穆江棉又去上朝了。府里下人端了早膳来给穆长黎，不但饭菜像样，来送饭的丫鬟也懂事知礼。二小姐，为何叫我二小姐？您不就是二小姐吗？可是并没有人认。早晚都是要认的。多谢二小姐处置了杀人凶手，奴婢给二小姐磕头了。死在那个大丫鬟手里的是你什么人啊？死在她手里的是我的姐姐，但是府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亲姐妹。去年6月，我们被卖进长宁侯府，人牙子嘱咐我们不要把是亲姐妹的事情说出来。京城官邸里水太深了，一个不小心出了错，很有可能祸及对方。我们牢记人牙子的话，这才让我免遭一难。杀人的是大夫人院子里的丫鬟，心狠手辣，专门为大夫人处理这些事情的。你的姐姐犯了什么错？没犯错，只是听到了些不该听到的事情。可是姐姐没有把听到了什么说出来。她说主子的事少知道一点就能多活一天。她早有预感自己可能活不成了。果然第2天就传来了她的死讯，说是雪天地滑，摔了一跤，碰巧磕到了头。可是姐姐尸体被抬走的那天，我看到她嘴角带着黑血，分明是中毒。小丫鬟说完这些，又冲着穆长黎磕了几个头，然后起身，头也没回的走了。今日穆江棉回来的早，回府之后立即将穆长黎叫到了百花堂。穆江黎到的时候，百花堂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不管她是不是二小姐，我就想知道她是不是疯了，竟敢火烧大厨房，还把大夫人院里的丫鬟给扔了进去，那可是杀人呐！祖母，坐吧。穆长黎扭头看看，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下来。大胆！你见了侯爷和大夫人，为何不行礼？方才不是行过礼了吗？我说的是向侯爷和大夫人行礼。没看见。哼，什么没看见？你分明就是眼里没有侯爷和大夫人。知道你还问？你，哼，果真是没有教养的。是啊，果真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是穆长黎？穆江棉说话不带一丝感情，点名道姓，连一声长黎都不肯叫。真要爱妻心切，应该珍惜妻子用命换来的孩子才对。穆江棉这人有问题。长黎，父亲在问你话呢。妹妹，快跟父亲道歉。是应该道歉。管生不管养，把亲生女儿扔到乡下去受苦，还故意流露出厌恶之色，引得老宅那边的人极尽所能的苛待于我。侯爷不应该跟我道歉吗？父亲息怒，父亲千万不要怪二妹妹，二妹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在乡下多年，心里面委屈，父亲就原谅二妹妹吧。我今后一定会好好的开导她，不让她记恨父亲的。都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你看看你姐姐，再看看你自己，真不知道这些年在平县都学了些什么。你都说了那是平县，在县城里自然没有在京城学得多。再者说，你出那份让我学好的银子了吗？你想要什么？费尽心思来到长宁侯府，不就是来要好处的吗？说说看吧。我不要东西。听闻大姐姐要与九殿下成婚了，我回京观礼，
那观礼之后呢？观完礼就回去？不回去啊？回都回来了，为什么还要回去啊？比起平县，这里才是我的家。我是我母亲拼了命生下来的孩子，她既然把我带到这个世上，自然是希望我能好好生活。这里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什么？你不走了，要住下来？怎么？穆家的孩子住在穆府，不应该吗？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口一说。如今长离回来了，老身把话摆在这儿，谁若想再把他赶出长宁侯府，那就别怪老身不客气。禀老夫人，侯爷，九殿下到了，九殿下已经进门了，正往这边来呢。穆江棉赶紧站起身来，带着秦庄仪及一众女眷往外头迎。你手臂上的伤如何了？我没事。九殿下在大理寺可还适应？本王若不适应，侯爷能帮本王调动调动？殿下说笑了，殿下说笑了。是你先跟本王说笑的。此番本王奉旨回京镇压妖邪，没想到皇上还为本王赐了婚。本王着实不明白，一个从小没有尽过养育之责的人，是怎么好意思在本王长大后还想要主导本王婚姻的？长宁侯啊，你是不是也不太明白呢？皇上有皇上的打算。那你说说，他是何打算？这2天本王常听京中人说起，说本王就要与长宁侯府的大小姐完婚了。本王对此十分诧异。长宁侯能否告诉本王，究竟是谁先说的本王要娶你穆家的大小姐呢？九殿下这是何意啊？你与本侯爱女的婚事是皇上赐下的，对于这事，殿下若是有异议，可以到殿前去与皇上理论，而不是到我长宁侯府来肆意羞辱。殿下，这里是京城，不是西关。没错，这里是京城，不是西关。否则你这样与本王说话，本王的副将早就一刀砍了你的脑袋。关于赐婚，长宁侯应该仔细看看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再来与我家殿下说话。没什么门道了呀，就是普普通通的赐婚圣旨啊。圣旨上只说将长宁侯府嫡女赐婚给九殿下为正妃，却没说是哪个嫡女，也没提青云的名字。大小姐不就是侯府嫡女吗？难不成我们侯府还有2个嫡？话说到这儿，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了，他目光转向穆长离，惊得张大了嘴巴。确实，穆家是有2位嫡女的，所以九殿下认为那道赐婚圣旨赐的是老身的2孙女。母亲，怎么？你是对老身的话有疑义，还是对皇上的圣旨有疑义？母亲这话是何意啊？是不是在母亲心中从来就没有青云的位置？他也是婉儿留下的孩子，为何母亲从来不疼他？老身是在陈述事实。茶喝完了，本王也该走了。方才穆家许多人出去迎本王，唯老夫人和2小姐没有去。本王身为晚辈，自是不敢找老夫人的后账，便只能劳烦2小姐送上一送，算是补个礼。这人有毛病吧？没去迎你就必须得送你，什么逻辑啊？古代王爷都是这么不讲道理的？那我送送九殿下吧。胳膊上的伤好点没有？没事，快好了。不见得，方才你走路的时候，左臂几乎就没有任何摆动，应该是伤口疼导致的。今年入冬早，天突然就凉了下来，伤口不及时治疗，很容易恶化的。你什么意思啊？我伤口恶不恶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我未来姐夫吗？你不去关心我姐姐，跑来关心我做甚？方才说过，圣旨上说的是让本王娶穆家的嫡女，从来没提是哪个嫡女，也从头到尾没写穆青云3个字。何况
那圣旨本王原本也没放在眼里过。西关最好的伤药，你拿去试试。穆家不会给你请大夫的，所以你得自己照顾自己。有事相求吧？确实，有桩案子想请你帮个忙。萧云昭，你身上有骨灰的味道。骨灰？是什么味道？衣裳里面藏了什么？北路看了萧云洲一眼，见萧云洲点了点头，于是将手放下来，从衣裳里取出了一只卷轴。我闻不出骨灰的味道，但这画儿确实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萧云洲从侧面看着他，穆长黎认真看画的样子让他十分欣赏。我在帮你做事，你盯着我看干什么？我错了，继续，继续。没什么可继续的，看完了。画的颜料里掺了骨灰，是人的骨灰，所以刚刚我说闻到了骨灰的味道，就来自它。掺了人的骨灰？这是一桩案子，我之所以把画带回来，是因为这桩案子与你我多多少少有一些渊源。他讲起那个小男孩，也说了仵作的验尸结果。你说，是我认错人的面儿大，还是仵作验错尸的面儿大？你俩的面儿都不大。什么意思？这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张状子，东西放在我这儿了。明日一早你来见我，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当天晚上，长宁侯府闹鬼，姑娘也听到了。啊，你们知道是谁在哭吗？两个暗卫对视一眼，齐齐摇头。芙蓉见跟他二人说不明白，干脆跑到了穆长黎的屋门口。二小姐，二小姐睡着吗？奴婢听到院子里有动静，二小姐屋里有没有事？没事，去睡吧。于是芙蓉回去睡了。两名暗卫见状，也是一闪身，又引到了暗处。哎，你来就来了，站在院子里嚎什么？把府里人都吵醒了，有意思吗？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哭。委屈？为什么会找上我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找姐姐，但是那天晚上我见过姐姐一次，打那之后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指引般将我指向了这里。姐姐能不能帮帮我？唉，我这也是命啊，换了个身份，以为能换一种活法，结果还是逃不开这个因果。罢了罢了，你身上怨气过于强烈，没有为祸苍生已是难得，我便度一度你，送你一个好轮回。早膳已经送来了，奴婢伺候二小姐洗漱吧。又是在大夫人的小灶间做的？是。我不喜欢别人院子里做出来的东西。一会儿着人在这天武轩搭个灶间吧，也省得总麻烦大夫人。如果天黑之前灶间盖不好，我就把这天武轩给烧了，然后搬到大夫人的院子去住。芙蓉转身就往外跑。穆长黎笑了笑，哼，果然穆家的人都是经不起吓的。二小姐，酒店下来了，说是想要见您。为何是你来传话？老夫人做主，把奴婢分派到二小姐身边，以后奴婢就是二小姐的贴身丫鬟了。奴婢叫云香，今年14岁，以后就跟着二小姐了。陪我去百花堂。大小姐很喜欢九殿下。这种喜欢是打哪儿来的？他俩以前都没见过吧？是没见过，但随着赐婚的圣旨一道送来的，还有九殿下的画像，以及一个绘声绘色讲述九殿下传说的太监。那个太监在府上讲九殿下讲了3天3夜，从宜妃娘娘有多好看，当年有多受宠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九殿下在西关如何成为大将军。大小姐听得十分着迷，自此啊，心心念念就等着九殿下回京呢。除此之外呢？他相中九殿下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说老爷原本啊做好了要把大小姐嫁入太子府的打算，之所以一直没嫁，是因为太子府有正妃，而且大小姐也不愿意嫁给太子，因为太子今年已经30岁了，长得
也不是众多皇子里出挑的，而且太子的个头有些矮，人也有点胖，确实在外貌上跟大小姐不相配。怪不得你姐姐说主子的事少知道一件就能多活几年，这些话你可别到处去说，记住了没？奴婢知道，奴婢不会当着别人面说的。不过这些也不算是什么秘密，府上的人都知道。二人说着话就进了百花厅。长离，快给九殿下问安。祖母，见过九殿下吧。二小姐送本王出府吧。又要送他出府？二小姐，昨日说的事，在下来问询了。我会治病，特别是那种怪病，很会治。怪病？就是那种很怪，但是大夫又找不出症状的病，我都能治。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一听一记，知道这个事儿就行。另外提醒你，虽然衙门里有自己的办案手法，但是有些案子倒也不必循规蹈矩去查，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兴许困扰已久的案子就会豁然明朗。萧云舟还想再问些什么，可是穆长离已经转身走了，经过云香时拉了小丫鬟一把，二人很快走出了他的视线。今儿天刚亮就有人来报案，说是昨天夜里听到了小孩的哭声，只闻哭声却不见人。下官就问那些来报案的人，为何不到凤阁府衙门去？殿下您猜怎么着？那些人说凤阁府衙门也去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意思就是昨天夜里有很多人都听到了哭声，所以今日一早就不约而同到衙门去报案了。是，其实下官昨夜也有听到孩子的哭声，声音不大，离得也很远。下官以为是哪户人家不守宵禁的规矩，带了孩子上街呢。殿下听到了吗？萧云舟也听到了，他不但听到了，他还顺着声音寻了一段，后来发现那个声音进了长宁侯府。殿下要查吗？这桩案子不出意外，肯定还是要并入诡案当中的。只是先前人们都抱有希望，说朝廷请了九殿下回京镇邪，只要九殿下回来了，妖邪诡案就不会再发生了。可是若真有妖邪，又怎是一个活人能镇得住的？你有没有听说最近城里有没有什么人生了怪病啊？殿下是指哪方面的怪？跟诡案有关的吗？还是……也不一定是跟诡案有关，就是那种明明有生病的症状，但大夫又查不出来的。这样的事就算有，消息也传不到大理寺，除非是哪户官邸出了这样的事，那兴许会传开。昨天晚上我父亲在家中提起一个人的病症，不知算不算殿下说的怪病。我父亲在太医院任职，是宫中的御医。昨晚上他说起有一位在城里开医馆的朋友请教他，说城东有户人家的老太爷生了一种怪病，身上像火烧一样难受，每时每刻都在冒汗，衣裳不到半个时辰就要换一套，不然就会被汗水浸得全是。请了很多大夫去诊病，可是所有大夫都诊不出是什么毛病。我父亲说起这件事时也觉得很奇怪，他因为好奇，昨日下午特地去那户人家看过，可惜父亲望闻问切，使尽一切手段，那位老太爷除了有一些老年病之外，再没有其他病症。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治他奇热无比的病因，好像一切都是他的臆想。那会不会就是臆想？我父亲也是这样下的定论。昨晚提起，我听了之后倒也没觉得如何，但方才殿下提起怪病，我就又想到了这个事情。殿下，您说这算怪病还是算癔症？有些案子倒也不必循规蹈矩去查，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兴许困扰已久的案子就会豁然明朗。小孩看到鬼叫，卷宗上给出的定论是孩子发烧烧糊涂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孩子真的看到了鬼叫？包括那个有火烧之症的老太爷，会不会根本不是臆想，而就是穆长礼所说的怪病？北路，回去接一趟穆家二小姐，直接到那个有火烧之症的人家，本王也往那边去，咱们在那家门前会合。说说吧，什么怪病啊？萧云舟也不墨迹，快速地将从银屏那里听到的事情讲了一遍。
我只管看病，不管查案。你带这么多人来，那户人家也不傻，太打草惊蛇了。二小姐的意思是，那户人家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看过之后才知道。张毅眼瞅着他们几个都进了张宅，一脸的诧异。哦，合着打草惊蛇就差他一个人是吧？小厮恭恭敬敬地把他们请到了老太爷的院里。老太爷的2个儿子正在院中争吵。说没得治那位是我们家大老爷，大老爷是嫡子，老太爷病了之后，家中事情都是他说的算。那二老爷呢？庶出的？二老爷是个很温和的人，对我们下人很好，学问也好，可惜就是因为是庶出，家中很是受排挤，特别是受大老爷排挤。替我感谢尹太医，但是我爹这个病我们不治了。大哥，再试试吧，大夫来都来了，试试又能怎么样呢？是，我看你纯是想让父亲遭罪。打从父亲得了这个病到现在快1个月了，太医都来过，谁治好了？每次不是扎针就是灌药，父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这个当儿子的如何能忍心呢？果然庶出都是白眼狼。我只希望父亲能把病治好，大夫来都来了，试试又能怎样？大老爷狠狠地瞪他，然后又向萧云舟看了过来。是这位女大夫。女大夫？这也太年轻了，她能治什么？你这是在质疑本司正，还是在质疑我的父亲？随着众人进屋，张家老太爷的病也展现在了人们面前。把窗子给我打开，都打开！你们想热死我吗？丧良心的东西！你们是不是诚心想热死我，好抢夺我的家业？父亲，开窗会冻死的，没有人想害您的性命，咱们都在努力保您的命。父亲如果真热，开窗也不是不行。不如到外面凉快凉快，地上盖着雪，躺在雪地里才解热。你究竟是哪里的大夫？我父亲这个岁数，你让他到雪地里躺着，他没命了算谁的？算我的呗。他热，你不让他凉快凉快，难不成想让他热死啊？再者，左右这病也没人能治好，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呗。绳子一解开，那人二话不说，嗖的一下就跑了。只见张老太爷到了院子里，直接就往地上一躺，地上盖着的薄雪一遇到他，就像遇着了火一样，瞬间就化开了。好像有人在烧开水，而张老太爷就像灶堂里的柴火，水就是靠他燃烧出热度才开的。行了，把你家老太爷请回去吧，用温水擦擦身子，开点管烫伤的药膏回来涂一涂。走吧，这老爷子根本就没病，什么神医来了他也是没病。哼，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来，白白折腾老爷子一回，连脉都不诊就走了，简直就是个骗子。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感觉你们是被张家人赶出来的？倒不至于是被赶出来，可是也有点被嫌弃。不过咱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张宅这一趟？总不能真的是为给张老太爷看病吧？大理寺可不管这个。自然不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办案。殿下的意思是，张宅跟咱们的案子有关？呀，忘了问他家那个孩子的事了，说是大老爷的嫡子丢了，不知道找到了没有？可知丢了多久了？也不知道丢了多久，我只是听我父亲提了一句，说张宅最近不太平，大老爷丢了儿子，老太爷这又发了癔症。大理寺那具小孩的尸体跟张宅会有关系吗？要不要联系张家的人到大理寺去认尸啊？我觉得他们家那位大老爷有问题，你怎么说呀？刚才那位老太爷在院子里打滚，你们看像什么？院子里水雾升腾，像是在烧开水。对喽，就是在烧开水。去查吧，灶上的事儿。张家的灶坑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因为张毅从灶坑里扒拉出来几块骨头。是人的骨头？你们究竟是什么人？私闯民宅，煽动我家东西，
我是要报官的。报官？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官。看清楚了，眼下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新任大理寺卿，也是当今圣上的九皇子西江王殿下。西江王？殿下，草民要告状。灶坑里扒出来的人骨是我大哥的妻子，我的大嫂。那原本是我最心爱的女子，却被我大哥用尽卑劣手段强占为妻。可他不知珍惜，婚后不过3年，便对妻子3日一骂5日一打，就连他们的孩子都可以被府中下人呼来喝去。就因为大哥厌倦了妻子，连带着对那个孩子也不喜欢。你胡说！我没有杀过人，你休得胡言！我没胡说，你强娶了元双，却又不好好待她，宠妾灭妻，为了扶小妾上位，为了让小妾的孩子成为府中唯一的嫡出，你竟将元双狠心杀害。杀人之后，你害怕抛尸被人发现，就将他大卸8块，扔到灶坑里烧火。听说你们家丢过一个孩子？那是我的侄子，大哥跟元双的孩子。他没丢，他是死了。可原本他不该死的，是我害了他，都是我害了他呀！自从他入府，多次冲撞正室夫人，日日撺掇大哥扶他上位，编造谣言坏元双名声，终日不停地挑拨离间。终于，大哥在他的迷惑下，对元双下手了。我没有，我只是一个庶子。亲娘早死了，爹爹不疼我，兄长处处看不上我，我还得在这个家里讨生活。我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给元双报仇，但我会作画。我偷偷取了灶坑里元双的骨灰，融入了颜料，画了一幅状子。我胆子小，不敢忤逆兄长，只能把画交给小侄子，让他抱着去衙门，希望官府能够有所察觉，继而替元双报仇。可是那孩子被马车撞了，就是他的马车。不是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做大夫人，我想让老爷休妻，可是我没让老爷杀人呢，我也没有故意撞死那孩子，实在是他跑得太快了，马车没控制住，就把他给撞死了。那你为何不报官？你的马车撞死了人，为什么不报官？我不敢，我害怕，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害怕。你撒谎，你就是故意想要撞死他，你还把他带到城外去抛尸，就连元双的死你也有份儿。大理寺的官差把手里的杀威棒砰砰在地上杵，几下功夫，那个小妾的精神就崩溃了，全招了。孩子刚被撞倒时其实还是有气的，但后来被抛尸在城外，活生生给冻死了。那小妾看到孩子怀里抱着的卷轴，想要取出来，但是无奈孩子抱得实在是太紧，再加上路上有人经过，她吓得不敢再逗留，只能匆匆将孩子推到了枯枝里，坐着马车回了城。整个案子办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令人质疑之处。可是真的没有令人质疑之处吗？参与办案的人都明白，其实是有的。比如说，那男孩怀里抱着的卷轴，为何谁都取不下来，偏偏九殿下能够取下来？再比如说，张家老太爷的火烧之症，为何案子破了之后，症状就自行消失了？火烧之症对应烧过尸体的灶坑，两者发生在一家里，当真只是巧合吗？其实赐婚的圣旨上从来没提穆大小姐的名字，先前是误会了。哎，能不能把从张家灶坑里扒出来的人骨，还有那小孩的尸体给我？给你的伤药用过了吗？你怎么总纠结我的胳膊啊？你帮我办了一桩案子，我医好你的胳膊。交易？可惜
你的伤药不好用。一道狰狞的伤口落进了萧云舟眼底，看得他直蹙眉。怎么回事？给我看看。你这伤口太深，再不医治啊，手臂就废掉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这伤除了疼一点，倒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只是疼一点。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受这么重的伤，却一点都不放在心上。穆长离啊，你越是不心疼自己，就越是没有人心疼你啊。怎么，我心疼我自己，别人就也会跟着一起心疼我啦？开什么玩笑！萧云舟，你也在西关那么多年，你心疼过自己吗？啊，别人心疼过你吗？你冲进战场的时候，有人担心你会不会回来吗？自然是有人担心我会不会回来的。我的副将，我的随从，我的部下，他们都在担心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没事儿，早就习惯了。伤药用过了，那药是西关的军医调配的，十分好用。但是对我没有效果，我确实涂过了，可还是这样。不过也没什么关系，我心里有数，我知道怎么能让它好起来。你说说看，或许我可以帮你。你帮不了，能不能让我把尸体和人骨带走啊？那孩子是张家的，虽然父亲被打入死牢，但家里还有祖父在。按说尸体应该交还张家，由他们安葬。至于人骨，张家的二老爷今早还来过，想领回去。我想要，张家人不会管他的，不然丢了1个多月，早就该报官了。那二老爷纵是有心策划了一张诉状，可在孩子遇害之后也没有去报官，可见不是个能拿得起事儿的。萧云舟，你就当做好事儿，把他们给我，我去替他们了一了尘缘，再送他们一个好轮回，行吗？何意？这辈子过得太苦的人，下一世理应过得好一些。城外10里玉带河边，凤尾松下。穆长离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很好。差个10杯，今日来不及了。一个是横死，一个属于夭折，这杯不立也罢。能记住他们的，会一直记在心里，不拘于形式；记不住他们的，即便立了碑，也不会前来祭奠。需要本王帮你叫门吗？如果幕府不给你开门，本王可以帮你。帮我干什么？把这扇大门劈开吗？用不着，真想破门而入，我自己也行。不过穆家的人应该不会蠢到同样的错误犯2次。这种不给我开门的戏码要是再上演一遍，那我就把整个长宁侯府都给烧了。好，本王替你加把柴。话音刚落，长宁侯府大门立刻就打开了。哪能不给二小姐开门呢？咱们一直等着二小姐回府呢。二小姐快进去吧，外头冷，别冻着。穆长离勾了勾唇角，抬步往府里走，一边走一边冲着身后挥了挥手。萧云舟也挥了挥手。回衙门吧，剩下的路本王走回去。我家殿下想散散心，你回吧。车夫这才赶着车走了。主子，咱那退婚的事儿还办不办了？萧云舟狠狠瞪了他一眼，大步走了。北路赶紧在后头跟上，嘴上没有闲着。先前殿下抗拒赐婚的圣旨，对穆家大小姐也不屑一顾。咱们可是说好了的，一回京就把圣旨甩皇帝脸上。可这好几天过去了，属下怎么觉得主子改主意了呢？主子，您该不会见过那穆家大小姐之后也动心了吧？穆家大小姐？不行，没有印象。她到底长什么样来着？属下也没记住。都说穆家大小姐容貌天下第一，但属下觉得也就那样吧，看一回都没记住特征，可见也就是平常女子，不像二小姐灵气逼人，虽然性子冷淡了些，但架不住人家本事的。主子，
您说穆家二小姐是不是在破案上有点天赋呀？话多。主子啊，您说二小姐手臂上的伤怎么就不好呢？她真的用咱们的药了吗？那伤药在西关也算久经沙场了，多重的伤口都能愈合，怎么到她那儿就不好用了呢？她是不是不信任殿下，压根儿就没用啊？明日你去一趟烈日营，叫咱们的医官去长宁侯府给他看看。穆家二小姐协助大理寺破案有功，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懂，属下懂。属下送主子回府后，立即就去烈日营。长宁侯府天武轩，穆长黎回去的时候，看到芙蓉在院子里站着，时不时抻着脖子张望，像是在等人。二小姐，您走之后，云香就被大夫人叫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二小姐要不要过去看看呢？前头带路。这个时辰了，你来做什么？我的丫鬟云香呢？听说被大夫人叫过来问话，也不知道问的是什么话，问了一整天。另外还得问问大夫人，为何趁我不在叫走我的丫鬟？这是要跟我的丫鬟为难，还是冲着我这个主子来的？云香的丫鬟现在怎么样了？打了板子，关在柴房呢。咱们不能直接动手将人给处死，但打板子的人下了死手，伤成那样了，再喝上几天，人也就没气儿了。身边没有趁手的人就是不行，处理个丫鬟还要等他自己饿死。哎，夫人还是不要想这个了。以前是处理得快，但是风险也大呀。赶紧解决了他吧，他死了，我也就能安心了。可说是安心，却又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劲。秦庄仪忽然意识到是院子里过于安静了，她腾的一下起身，快步向门口走去。门一开，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此刻天武轩很热闹，那些先前在念清院围住他对他出言不逊的下人都被他带回了天武轩。芙蓉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二小姐是怎么把这些人都给弄回来的，就记得念清院的婆子和丫鬟正在讥讽二小姐，然后二小姐就往前走了几步，手挥了几下，那些人就一个个神情呆滞的跟着她一步步走回了天武轩。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有点像某地的赶尸。二小姐，你把他们都带回来，要干什么呀？那你说大夫人把云香弄过去是干什么呢？不知道。那你知道云香到了念清院后遭遇了什么吗？芙蓉又想说不知道，但是穆长黎眼睛一瞪，他就招了。挨打了，云香她挨打了，30大板，屁股都打开花了。原因呢？原因是他们说云香偷了大小姐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屋子里了。其实是念清院的人自己塞过去的，他们就是要找云香的麻烦，因为云香的姐姐前阵子死了。还有呢？还有，没有了。二小姐，奴婢就只知道这么多。二小姐，这事跟奴婢没关系，你放过奴婢吧。也没把你怎么着呀？没有吗？那二小姐，您把他们都弄过来干什么呀？打呀。打？对啊，大夫人把我的丫鬟弄到她院子里打，我自然要把她的人弄到我的院子里来打喽，这不都是跟她学的吗？院子里砰砰的声音传来，只见芙蓉下了死手，把那些人一个个都踹趴在地上，手里抡着一个大板子，拼命的往腰臀上拍。二小姐，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你就去趟念清院，跟秦庄仪说，让她把云香给我放了，否则我就把她院子里这些人往死里打。而且打完奴才我就去打主子，他要是扛揍，那他也可以当我什么都没说。反正我是乡下来的野丫头，我没有教养，我有娘生没爹养，我见谁打谁。又是奴婢去说，不然呢？我也没有别的人可以使唤呀。快去吧啊！早去早回，回来之后还得给我做饭呢，饿了。哎，对了，
天武轩的灶台搭起来了吗？啊，搭好了，改造了厢房边上的一间屋子，已经可以用了。奴婢这就去聂庭院，早去早回，然后给二小姐做饭。二小姐，咱们吃点简单的行吗？奴婢会擀面条。去吧。念清院，芙蓉战战兢兢把穆长黎的话说给秦庄仪听。秦庄仪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他打定主意要跟穆长黎杠到底，不但要把自己院里的奴才给要回来，云香也必须得死。下去吧，我再想想。芙蓉松了一口气，赶紧退出屋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不如这样，老奴再去审审云香，旁敲侧击的仔细分辨他到底知不知道那件事情。如果知道呢，那说什么也要把人给做掉；如果不知道，咱们也没有必要跟二小姐硬来呀。芙蓉说的对，她就是个野丫头，没有教养，行事也没有章法。听说啊，她帮九殿下办了一桩案子，怕是真闹出什么事儿来，这九殿下欠她这个人情，也要替她多说几句好话的。夫人，您占不着便宜。罢了，就按你说的做吧，一定要仔细审清楚，绝不能有任何纰漏。兰花院，崔妈妈也在跟老夫人说着这边的事情。老夫人，要出面帮帮二小姐吗？说起来，云香的丫鬟也是老夫人您做主安排过去的。大夫人这打的不只是二小姐的脸，还有咱们兰花院的脸面。长黎这个孩子看似做事没有章法，没有规矩，但实际上你仔细品品，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理上。今日这件事情本就是秦氏挑衅在先，凭什么不让他反抗呢？要依着老身说呀。长黎做得好。老夫人说的是，咱们二小姐确实是好样的，只是老奴担心万一这事儿闹到侯爷那儿去，侯爷本来就不喜欢二小姐，老奴实在是担心二小姐会吃亏。不会的，后宅的事后宅了，要是因为婆子丫鬟的事儿闹到侯爷跟前，那也显得秦氏太没用了。天武轩那边如今也没个可信的人伺候着，今晚你过去吧，陪陪那孩子。是，老奴心里也总惦记二小姐，毕竟当年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养在咱们身边，她几乎就是在老奴怀里长大的，怎么可能不心疼？那些人这会儿已经清醒了，结果发现醒了还不如不醒，因为实在是太疼了，又疼又冷，站还站不起来，如同被上了酷刑。钱妈妈，你的屁股都烂了。钱妈妈吓得当场就晕了过去。二小姐有说如何处置吗？说了，可是说还不如不说呢。二小姐说，这些人就让他们在院子里趴着，冻死算他们命不好，冻不死就留着当人质换云香。反正大夫人那边不放云香，二小姐也不放他们。崔妈妈，您说他们会不会都死在天武轩啊？这么多的人都死了，晚上会闹鬼的吧？休要胡说，赶紧把院子打扫干净。不要怕，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大夫人有时身份在先，真要闹起来，怕的人是她。二小姐今晚就好好睡一觉，老奴在天武轩陪您。有老奴在这儿，念清院不敢造次。不过崔妈妈也没能在天武轩陪一宿，因为在亥时末的时候，云香就被放回来了，人是被抬回来的，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二小姐，奴婢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谢谢二小姐。拿去抓药吧。抓药？现在吗？二小姐，明日再去行吗？京城有宵禁，这个时辰出去会被官府抓的。云香伤得很重，如果不马上去抓药，她可能会死。如果她因为你不去抓药而死了，那责任就在你。你
得给他陪葬。去，奴婢不想死，奴婢这就去。我陪你一起去吧。就在芙蓉心都死了之际，忽然听到穆长黎说了这么一句，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穆长黎确实披上了外袍，大步往外走。芙蓉赶紧在后头跟上，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宵不宵禁的不说，多一个人好歹能够壮胆。二小姐，人还怪好的。二小姐，咱们就这样出府了，那云香怎么办？没有人照顾她了。府里不是有管家吗？再不济还有大小姐和大夫人呢。你去跟他们说，我亲自出门给云香抓药。在这期间呢，云香的性命就劳烦大夫人和大小姐照顾一二了。如果期间有什么差池，我就找他们给云香偿命。芙蓉脸一白，赶紧快步往前跑。奴婢这就去说。干什么啊？害怕。二小姐，您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三更半夜的出来烧纸啊？还有烧衣裳的，太诡异了吧？寒衣节不烧纸烧衣裳干什么呀？啊，在家里吃饱了撑的打丫鬟啊，谁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哎呦，这二小姐也真是，逮着个机会就得骂大夫人几句。爹爹，爹爹，有鬼！我看到爷爷了。不要乱说话，哪来的鬼？那个鬼伸出手要去摸孩子的头，虽然表情慈爱，但还是吓得小孩怪叫了一声，起身就跑。他爹一边骂他没有出息，一边着急忙慌地把火给踩灭，去追孩子了。不孝的子孙！确实不孝，火没烧完，衣裳就收不到。不孝子非但不孝，还很无知。烧寒衣这种事情怎么能带小孩子来呢？小孩子眼睛惊着了算谁的？你说是吧？那鬼老头一脸惊恐地看向他。鬼呀！然后拔腿就跑。唉，一看就是心死不久的鬼，没出息，少见识。二小姐，你跟谁说话呢？刚才奴婢感觉有一道邪风刮过去了。二小姐，您不能吓唬奴婢呀，奴婢没干什么坏事，您也不能挑都不挑就一网打尽呢。唉，是什么意思啊？思索间，穆长黎已经继续往前走了。等二人到了医馆门前时，街上烧衣服的人已经不多了。没银子，你抓什么药啊？你这不是故意逗我呢吗？这大半夜鬼气森森的，我壮着胆子给你开的门，现在药都抓完了，你说你没银子？他的银子我出了，算我跟你借的，明日就还你。明日你就能有钱了？怎么有的？去抄了穆家大夫人的屋子。需要帮忙吗？小事儿，不劳烦阁下了啊。好，多少银子？4两半。才4两半你都没有，穆家是真不拿你当一家人呀？挺好的，我也没拿他们当一家人。那不还是你自己日子过得遭罪？不遭罪啊，我如今住着幕府最好的院子，在我烧了大厨房之后，伙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刚才我还把大夫人院子里的丫鬟婆子打了一顿，而且明儿抄了念庆院，我就有钱了。我遭什么罪啊？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小伙计接过银子，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这大半夜的，你在街上转悠什么？10多年没回京城，总得对这里多熟悉熟悉。何况我如今兼着大理寺卿的位置。都说京城连发鬼案，我就出来转转看，能不能撞到什么东西。死了这条心吧，你杀人多，身上杀气太重，那些东西见着你就会远远躲开，撞不到你身上。那么请问，如何才能让我赶上一次鬼案呢？不撞鬼心里难受？你们说这皇子是不是有病啊？一来好奇，二来我撞着了总比百姓撞着了要好。真想长长见识？真想。去刚刚那家店里跟小伙计要一碗水。何人在那里偷窥？
穆长礼也回头去看，却被萧云舟拉了一下，人一下子被拉回来，撞进了他的怀抱里。京城宵禁，立即离开。你在跟我说话？自然是在同你说话。立即离开，赶紧回家去。回家？我倒是也想回家，可惜回不去了。他神情落寞，留恋地看了对面二人一眼，然后转身默默走开了。你捂我脸干什么？抱歉，我只是看到有人在看着我们，不想让你露脸。我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是，我又没干什么见不得鬼的事儿，我为什么不能露脸啊？萧云舟，你该不会以为我用手在你眼睛上划拉几下是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吧？就离谱！他气呼呼地甩开了萧云舟，往幕府的方向走。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吃饱了撑的非要见鬼，见吧，最好出来几个恶鬼吓死你得了。这不孝的子孙，这烧的是什么破玩意儿啊？我是个老婆子，我又不是老头子，你们给我烧件男装是几个意思啊？萧云舟越发觉得这一座京城太不对劲了。原本街上是有烧衣裳的，但是没有很多，而且那些人都是在烧衣裳，而不是像现在他看到的都是在看衣裳。这些看衣裳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人看了衣裳很满意，有的人就不太高兴。就像那个骂街的老婆子，不但骂，还把那衣裳扔到地上去用脚踩。萧云舟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特意站了一下，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结果那个老婆子吓得嗷的一声，当即化成了一道虚影，原地消失。你给我眼睛上涂的是什么？用血混了白水涂在眼睛上，就能看到鬼魂了？想得美，那岂不是人人都能见到鬼啦？所以说，只有你的血混了白水才有效果。他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萧云舟站了下来，心里说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情绪。打从回京那晚在长宁侯府门口见到穆长黎，他就有一种特别直观的感受。这个小姑娘很孤独，那种孤独的情绪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宣泄出来，感染到周围的人。可是直到今晚他才明白，原来这种孤独是因为他跟这个世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哎，你走不走啊？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萧云舟赶紧快步跟上，再看街边景象，竟又在不知不觉间恢复如初。能不能让我多看一会儿？看太久你的眼睛就要废掉了。二妹妹怎么才回来？我都快急死了。你困了？我不困。不困你急什么？行了，大姐姐回吧，这边没什么事儿了。二妹妹从前见过九殿下吗？见过呀，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在哪里见的吗？啊，在哪里啊？在山里，福山村的山里。那年大姐姐派个婆子到乡下来看我，那婆子说要带我进山去玩，然后呢就将我丢弃在了深山里。哎呦，我那时候又怕又冷，病在了山里，险些死了。但是后来我被一个人救了。姐姐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穆青云明白了，原来那个人就是九皇子。二妹妹，我是派人去看过你，可是他没有故意将你丢到山上，他只是大小姐，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替他遮掩了，您不能为了一个奶娘把自己的名声搭进去。住口，不要再说了。她是我的奶娘，我吃她一口奶就要一生记着她的恩。再说，当年确实是我让她去看二妹妹的，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做，但是她犯了错，我这个做主子的就有责任替她承担。何况现在人都不在了，再说那些有何用？说不说的不都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吗？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却把一个死了的婆子扔出来顶包。行了，我亲爱的大姐姐，赶紧走吧，趁我脾气还好，赶紧回去睡觉。万一再说几句，我脾气突然不好了，那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穆长黎到厢房去看云香，吃过药的小丫鬟已经睡了过去。他给云香把了脉，见无大碍，便也放了心，转身回到了自己屋里。芙蓉想了想，一咬牙也跟了进去。二小姐说的都是真的吗？哪句啊？就是每一句。你觉得呢？你也是穆青云身边的人，那个奶娘你见过没有？见过，不过很多年前就死了，听说是病死的，府里派人直接抬走了。具体的奴婢也不知道，但确实是从福山村回来之后生的病。那你觉得他如果不去福山村那一趟，还会不会病死？二小姐，你要说大夫人手段狠毒，奴婢无言以对，但你要说大小姐，奴婢是万万不信的。不信就别废话，滚回去睡觉，记得把云香照顾好，否则明天让你跟云香一起躺着。怎么就你一个人？谢必安呢？领主，七夜办差，只我一人前来。你还知道我是谁？当然，您是领主。我都穿古装了，你还能认得出我？领主说笑了，咱们看人从来也不是看皮相，更不是看衣装。哎呀，也罢，我且问你，你说我为何会来到这里啊？交通意外我可以理解，但即便我死了，该去的地方也是地府才对啊。一切源自时空交汇，用你们的话说，这里的磁场跟领主原本所在的那个时空有重叠，且重叠的点在领主遭遇车祸的那一刻正好碰上了。那用你们的话说呢？用我们的话说，那就是天机不可泄露。行了，我懂。天机不可泄露的意思就是你也不知道。那我不问这个，我问问我那个原身，他人呢？如今走到哪儿了？已经过了奈何桥，快要上望乡台了。这都多少天了，怎么才走到那儿啊？他干什么了？那位姑娘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孟婆以为是领主，一直拉着她说话，就给耽误了。穆长黎觉得原主这个人可真行啊，稀里糊涂死了，到了地府又稀里糊涂的干起了陪聊。我葬了的女人和孩子呢？那孩子一直在问该如何感谢恩人，站在迷魂殿门前不肯进去。至于那女人，因为死得早，早就进了丰都城了。我这身体的原主走慢些也好，趁着还没喝迷魂汤，一切都还来得及。领主是想把她救回来？有可能救回来吗？绝无可能，请领主死了这条心。为什么？因为领主已经来了，领主既已来到这里，一切就已成定数。他就算还阳，魂魄也无法归体。如果领主以非常手段强行将他的魂魄召回来，到时候他沾上了阳间的气息，又无可归之体，地府也不会再收他，他就彻底成为了孤魂野鬼了。那能不能想办法把我给送回去啊？不能，领主，既来之则安之。我安什么呀安？我胳膊老疼了啊！要不你想办法把我这伤给治了。在下无能。但凡谢必安在，头一句肯定是关心我的伤。范无赦，你这个情商什么时候能跟谢必安学学？范无赦抿了抿嘴，不说话。算了，我不带他回来，只去跟他说说话，行吗？走吧，领主，带您去见见他。嗨，孟婆婆。领主还是这么调皮，领主要不要来碗汤啊？热乎的。我先去见见那位姑娘，回来再看婆婆啊。我那位原身看过三生石没有？三生石记录着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很多心死之人在经过望乡台时都会去看一看三生石。他没看，他只是一直在问能不能见到他的母亲，根本无心管别的，人就在那儿了。我走时刚送他过奈何桥，咱们耽搁了一阵子，这会儿他也走过望乡台了。平常押送心死之人，你都是送到鬼门关了事，怎么这位能让你一直送过奈何桥呀？
自然与领主生得一模一样，既遇上了，自然是要多留意几分。穆长黎没有站在原地听他说话，人已经走到了真正的穆家二小姐跟前。你是谁？为何生得与我一模一样？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一位借我身体还魂之人。对，你临走之时还跟我说过话呢。没想到我还能在这里见到你，而且你跟我不一样，我是死人，你是活的。如果你想回去，我来替你想办法。我看得出你很厉害，但是我不想回去。正如我方才所说，我没有办法在那样的家里活下来。你既已经顶替了我，那今后要继续过下去的就是你自己的日子。只是借尸还魂的话，是不是算我借了你一具身体？我这算对你有恩吧？对，是这个意思。那好，那我求你一件事，你替我做了，咱们之间的恩情就了了。从此以后你不再欠我，我也可以安心的去投胎转世。何事？替我查出杀我母亲的凶手。我之所以执着这件事，是因为我清楚，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死，我这一生也不至于苦成这样。一切罪恶的本源都来自当初杀害我母亲的那个人。帮我找到他，杀了他。好，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要求吗？没有了，我于世间了无牵挂。那于阴间呢？听说你一直在找你母亲。你能让我见到我的母亲？查过，投胎转世去了。那是好事。那我无憾了。接下来的路我会自己走。多谢你来看我。他冲着穆长黎扶了扶身，转身继续朝前走。一路上都有引路的阴使。望乡台的下一站就是迷魂殿了。入了迷魂殿，喝了迷魂汤，还魂于阳间就再无可能。领主，走吧，还有个孩子等着见您呢。你去把那小孩带过来，我在这里见见他。范无赦很听话，快步离开。没过一会儿，就带着那个红衣男孩走了过来。姐姐，过来。听说你不肯入迷魂殿，是因为想见我？想再谢姐姐一次，断了因果，才好喝下迷魂汤，与前世一刀两断。心中还有恨吗？恨不恨你的父亲？恨，但是已经没有意义了。下辈子我跟他再也没有关系，只要想到这个，我就会很开心。可是姐姐，下辈子我还想跟娘亲在一起。那就要看你们下辈子还有没有母子缘分。一会儿你入了迷魂殿，喝了迷魂汤，就可以进入丰都城。那边有10殿阎王，会有阴差告诉你到哪一殿接受审判。审判过后呢，方可决定进哪一道轮回。你的母亲亦是如此。其实你们2人早该走完这个流程了，但一个有重大冤屈，不知道耽搁在哪一殿。一个又始终游荡在人世间，执着的替母报仇。这些在10殿阎王那里，总归是要有个说法的。不过你不用怕，你们的案子是我断的。这阴间地府多多少少也要顾我几分薄面，所以安心去吧，他们不会为难你。小男孩用力点头，然后倒退3步，跪下来，认认真真的给穆长黎磕了3个头。姐姐，再见了。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只敢萧瑟不敢。领主胳膊上的伤，只要完成那个与你长得很像的姑娘最后的心愿，就可以自行消除了。伤无大碍，只是疼痛难耐。领主这一世还是要吃些苦头啊。领主，那个男孩的父亲生死簿上，他的阳寿只剩下了最后3日，在下多嘴问一句，他来之后，领主希望由哪殿阎罗主审？交由4殿5座官王主审，打入第16层火山地狱。
奴才叩见九殿下，九殿下千岁千岁。皇上说了，他老人家对不起殿下您，让奴才一定给九殿下多磕几个头。说完他就真磕，砰砰砰的，额头都磕出血了。高高在上的帝王，他有何对不起本王的？从前的事也是受奸人蒙骗，皇上他也有难处的。难处？谁没有难处呢？本王是这南圣国的九皇子，可你看看其他皇子过的是什么日子，本王过的又是什么日子？本王4岁那年，有人陷害我的母妃，皇上不问青红皂白，一怒之下将我母子2人赶出皇宫，扔到西江去受苦。我母妃给人为奴，替人洗衣，不分春夏秋冬，满手都是冻疮。我给人喂马，跪在地上做马凳，任人踩着我的背上马车。4、5岁的年纪，被成年人踩在脚下，一身的伤。后来是镇守西江的前任大将军见我实在可怜，便将我带在身边，教我习武，授我兵法。我8岁那年，边关大乱，我视之为师的大将军战死，我就提着师父的剑，骑着师父的马，领着师父留下的残兵冲向战场，大杀四方。我不但抢回了师父的尸体，还以残军之力斩获敌军将领首级。自此，我才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从8岁打到20岁，本王打成了西江第1勇士，也成了令敌军闻风丧胆的萧阎王。如今本王什么都有了，皇上要召本王回来了。要说难，谁不难？他说他有难处，难道本王活到今日就不难吗？10几年，我打得遍体鳞伤，一寸又一寸失去的国土被我抢了回来，一波又一波来犯的敌军被我赶了回去。皇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你就替本王问问他，既然是对不起，那该怎么还呢？殿下息怒，请殿下一定息怒。听闻皇上那道赐婚圣旨赐的是穆家大小姐？不是，绝对不是，绝对没有这个事儿。皇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看上穆家的大小姐，他老人家赐婚赐的其实是穆家2小姐。当真是2小姐？千真万确，赐的就是穆家的2小姐。当年宜妃娘娘还在京里的时候，跟穆家2位嫡小姐的生母荣夫人十分交好，且宜妃娘娘提过，荣夫人当年怀着2小姐的时候，他们就有过约定，如果这一胎生的是女儿，就结为夫妻；如果生的是儿子，就结为兄弟。这事儿皇上可是一直记着，所以才有了这么个事儿。既如此，那婚事也该张罗张罗了。九殿下，您的意思是，您愿意娶穆家的2小姐？天子之命，谁敢不从啊？府尹大人今年40几了？42了。这怎么瞅着像62呢？高大人，头发都白了。白了吗？前些日子还没白呢。真的白了，2鬓都白了。高大人是因为安乐郡主的事上火了吗？哎呀，也是人之常情，大人节哀。微臣今日过来，就是想跟殿下说说这件事情。让我家殿下帮你把头发颜色变回来？是想问问关于张宅那桩案子。但说无妨。
无双国没安好心，这个微臣是相信的。但要说已经死了的女儿坐到榻边同我夫人说话，微臣总觉得是夫人悲伤过度发了癔症。可是殿下，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呢？你的意思是，宁可信其有？微臣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再开棺一次，怕是在府中也会引起慌乱。可如果不开棺验证，这件事情搁在心里也总是别扭。再加上夫人那边言之凿凿，若不给他一个说法，他也不能轻饶了我。微臣想听听殿下的意见。殿下觉得我家夫人的癔症跟前些日子张家老太爷的癔症有没有相似之处啊？家里的棺木先不要动，明日一早你再来一趟，本王会给你一个答复。大夫人，我是跟着九殿下一起来的。听闻夫人昨夜里见到了安乐郡主，高大人不信，但是我信。你信？是的，我信。还有安乐郡主说的那些事，我也信。你过来，过来。昨天夜里，我的莲儿回来了，她就在这个位置坐过。你仔细闻闻，这个榻上还有她的味道。安乐郡主和您说了什么？你真的相信我说的话？凤哥府尹家的大夫人没必要说谎，何况是不是说谎，咱们一起等一晚就知道了。对，一起等一晚就知道了。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也说我发了癔症，可是我知道那不是癔症，我就是看到了莲儿。姑娘，你是谁家的？听说是跟着九殿下一起来的。你是帮着大理寺做事的吗？对，是帮着大理寺做事的，特别是这方面的事，我很有经验。姑娘，是指死人方面？夫人怕不怕？不怕。或许从前是怕的，但自从出了这件事，忽然就不怕了。甚至我就在想，如果人死后真的有魂，那我就随着莲儿一起去了，是不是也行？姑娘，你说我如果随着莲儿去了，我们在九泉之下是不是能遇着？不一定，要看他走了多远。一般来说，先死之人先销阳户，先入鬼门关，这一路几乎都是不停的。你们的死亡时间有差，就遇不上。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后面还要入丰都城。人并不是死了之后就立即去投胎的，也并不是每个人在审判中都要被判有罪。那些没有罪的人会暂时留在丰都城，有的人会在那里经历短暂的生活，也有人经历漫长的岁月。他说完起身走到了烛火旁边。这屋里的烛不够亮，我来为夫人拨一拨烛火。穆长礼也不怕烫，就用自己手指往烛心上拨动了一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屋子中间站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开棺！府尹高明闻听此言，手一挥，高府管家立刻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下人上前抬起了棺盖。这种事儿在战场上早就习惯了，不需要你来，你只管告诉我怎么做，我来做你的助手。头顶正中间有一枚食指粗细的铁钉，你摸摸。头顶确实有异物，能摸出钉帽的形状。拔吗？拔。灵堂内众人倒吸一口冷气，大夫人当时就受不住了，眼一翻又晕了过去。送夫人回房，一定好好看着，以免醒后过度悲伤。
除了这枚致死的铁钉，安乐郡主脑中还有2枚长针，是用来控制他的神智，让他长期保持不清醒的。但这5枚长针曾经被一位男圣游医取出3枚，剩下2枚是因为入脑过深，实在取不出来。你是说，很有可能当年无双国人就对安乐郡主动了手脚？没错，他们既然有往脑内刺针，以此来控制人神智这样的手段，那么府尹家的嫡女突然就看上敌国使臣这件事，就说得通了。二小姐的意思是，当年我们家莲儿并没有错，是对方使用了卑劣手段控制了她。十有八九。安乐郡主说，她喜欢上那个人只是一瞬间，只是在那人扶她一把的时候，感觉到后脑勺刺痛了一下。但是她当时没有怀疑，因为她摔得急，那人扶她正好拖住后脑，她以为是对方手劲太大了，没当回事。只是在看清楚扶自己的人时，忽然之间就产生了极度的爱慕情绪。我纵是个文官，但我也有上阵杀敌的勇气。高某这一生都将与无双国不共戴天，此仇不报，一生难安。若将来本王有机会同无双国打一仗，定替你报了这个仇。多谢九殿下，多谢二小姐，二位大恩大德，高明做牛做马，无以为报。今后二位若有差遣，高明定尽全力。只是，二小姐，我有个不情之请，望二小姐能够答应。你想见安乐郡主？穆长礼走到烛台前，用萧云舟随身带着的一把匕首刺破食指，滴了一滴血在烛心附近。很快灵堂内泛起了阵阵凉意，棺木旁渐渐凝出了一个人影来。这魂烛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大人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看过黄历，10天之后就是个好日子。长礼，咱们要不要把婚事办一下？这么快？怕你后悔，好不容易说服你点了头，我怕日子拖久了，你该反悔了。倒也不至于像小孩子一样出尔反尔，不过快一点也行，反正早嫁晚嫁都是嫁。你既然能让我有随意出入王府和回娘家的自由，那我住在你那里跟住在长宁侯府就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该有的聘礼一样不会少。你是我萧云舟的正妻，我定不会让你受委屈。聘礼？我问你啊，聘礼这种东西送到女方家之后，是成婚的时候放到嫁妆里再带回来呢，还是就留在娘家了？应该是看你们家里人怎么做，疼女儿的会给放到嫁妆里带走，但多数都是留在娘家，算作父母的私产。那就不要送了，木浆棉不配。送还是要送的，这是规矩和礼节，不能破。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我自有打算，你只管在家里等着，待10日之后我们成了婚，你就自由了。身后灵堂的门开了，高明站在门里，眼睛通红。多谢姑娘全了我一番孝心，如今我也想明白了，当年并不是我看上了那无双国使臣，而是他们控制了我，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跟他们走。刚刚我已经将无双国的计划说给父亲听了。安乐郡主最后看了一眼他父亲的背影，然后冲着穆长离深施一礼，消失不见。是莲儿走了吗？走了。二小姐，她死后会如何？王子的人能投胎吗？能，大人放心，我亲自送她一程。二小姐大恩大德，高某永世不忘。今夜二小姐所行之事，希望高府尹守口如瓶。日后若有风声传出，只管言明二小姐在乡下时曾被云游的高人指点过1、2，其他的都不用提。微臣明白，殿下放心，微臣都听殿下的。至于无双国的事，明日上朝你只管报上去。至于消息来源，就说是在安乐郡主身上找到了手书。总之你该说的说，朝廷信与不信，那就是他们的事。好，
莲儿说他们会在除夕夜发起总攻，如果明日我说的话皇上不信，那该如何是好？不信，那就用丢掉的城池去给他们一个教训吧。本王一个被从小遗弃的皇子，管住西边就算对得起这个国家，没有义务去管贺家的事。走吧，夜深了，我送你回去。二人出府，高明亲自送到了府门口。再回府以后，就对管家说：通知府里所有人，明日起为安乐郡主办丧戴孝。本府的女儿没有对不起南圣，她是南圣的大英雄，值得一场盛大的丧礼。听闻你在乡下学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用这些东西去帮着大理寺断案了，还断出了无双国图谋南圣3城，打算在除夕夜一举进攻。你可知这种事一旦有误，穆家全家都得跟着你去陪葬。若天下大乱，将无一人幸免，国不安宁，民不聊生，这里面怎么就没有长宁侯府的事儿了？穆家的人不是南圣的人吗？啊！再说了，我想要什么，轮得着你来管？我是不想管，但凡你不住在穆府，但凡你不顶着我穆家女儿的名头，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管你。带着穆家去趟东西两边的浑水，你是想将穆家置于何地啊？死地。你将穆家置于死地，与你有什么好处？那当年你把才3岁的我送到乡下去，也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就是换你一个痛快罢了。那么将穆家置之于死地，能换我一个痛快，这就是好处。可是二姑娘，你也是姓穆的。很快就不是了，很快我就是萧穆氏，你们死不死和我没有半点关系。那老夫人呢？你也不在乎老夫人的生死？真要到了那一天，我能保住祖母。至于你们，别怕啊，早死晚死都是死，不如想开些，早点死了算了。在下叶北玉，恭喜王妃。穆侯，你自作主张揣摩圣意，给九殿下和未来的王妃造成了不好的印象。皇上说了，念在二小姐与九殿下即将完婚，不好大动干戈，以免冲着了这桩喜事，便只对你罚俸3月，以儆效尤。穆侯可有什么想说的？臣不敢，臣领罚。这是九殿下的庚帖，皇上说感谢老夫人多年以前保下二小姐，这才成全了10几年后她与九殿下的一段姻缘。这是礼部备下的九殿下的庚帖，九殿下吩咐，此庚帖务必让本官亲自交到老夫人手里，绝不可假手他人。另外，二小姐的庚帖，本官今日也得带回去交给皇上。原本这庚帖早几日就应该送来的，但这不是高家在办丧吗？九殿下怕冲撞着，这才拖了几天。西江王府准备的聘礼十分丰厚，二小姐好福气。平县那边查得如何？叶大人来时，暗卫正和奴才说起这事儿，已经有结果了。现在下住在穆府那位，就是穆家二小姐没错。确定是荣婉最后生的那个女儿？哦，确定。就是这位二小姐的人生经历有些坎坷。苏九将暗卫的调查跟老皇帝说了一遍。其实查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九殿下都觉得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换句话讲，九殿下都觉得行，那不行也得行啊。罢了，那就不管了，反正圣旨也下了，她注定是朕的儿媳妇。你陪朕往三清殿走一趟，朕给荣婉念叨念叨，她的女儿就要嫁给朕的儿子了。年轻那会儿就有道士说朕跟他有缘，朕以为是那个缘，没想到是这个缘。皇上，奴才再提醒您一句啊，这事可千万烂在肚子里，别让九殿下和二小姐知道，要不然准没您好日子过。公公老是惦记着儿媳妇的娘，怎么听怎么不像话。
咱们的喜服还没做呢。方才二小姐说九殿下的意思是尽快成婚，那现做肯定是来不及了。实在不行，就买那种民间绣娘绣完的红料子，买回来直接量体剪裁，能快一些。二小姐不必为喜服发愁，这些东西打从几年之前，老夫人就已经着手准备了。因为不知道二小姐的身量，所以花样就只绣在锦缎上。如今正好拿过来，等一会儿裁缝到了，就让他们给二小姐量体裁衣，不出3日就能做好。唉，也不知道明年开春，二小姐还需不需要咱们给做衣裳？自然是需要祖母帮我准备的。王府是王府，自己家是自己家，两回事儿。祖母做的衣裳，我穿着舒心，到时候祖母不要嫌我麻烦才好。哎呀，不麻烦，不麻烦，二小姐能用得上老夫人，老夫人最高兴不过了。你们在门外等我。这是荣家当年的嫁妆单子，荣夫人嫁过来之后，这单子本应该是放在宫中的，但老夫人当年留了个心眼儿，偷偷叫人从宫中把单子取了回来，放在自己手里。这些年府里一直以为那单子是丢了，谁也不知道是在咱们这儿。老夫人的意思是，东西很有可能还在府里，二小姐可以试着找一找。然儿，出来吃饭了。半晌，里间走出来一名女子，高夫人让她坐，她就坐；高夫人让她吃饭，她就将碗筷拿起来，却并不往嘴里送东西。给，喝吧，喝完脸色就会好些了。女子脸色确实不好，惨白惨白的，跟死人似的。高夫人递过去的小碗里是半碗浓血，泛着血腥气。女子一看到她，立刻就端起来送到了嘴边，几口就把小半碗的血喝得一干二净。喝完之后似乎还嫌不够，又用舌头去舔碗底。明儿还有呢，明儿还有。然儿乖，咱们不舔了啊。女子没有听他的话，到底还是将碗底舔得一干二净。然儿，这几日娘多补补，身子补好了，我们然儿就有更多的血喝了。娘相信，只要咱们诚心，总有一天我的然儿会好起来，会像从前一样，快快活活的出门玩耍。我们然儿一定很想念太阳，对吧？快了，就快好了啊！高夫人离开屋子时，发现高明正在院子里站着。她皱了皱眉，不想搭理高明，带了丫鬟就要走。你到底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哼，你撒开，滚回那个贱人屋子里去！我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应该在这里，你知不知道？他不应该在这里。那他应该在哪里？这里是他的家，他不在这里，还能在哪里？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想与你吵，你也不要总拿小妾说事。要不是你整天弄这些事情，府里也不会多了那么一个人。我弄事？我弄什么事情了啊？然儿，她只是病了，我在帮然儿，然儿是我的女儿。我不能因为然儿她病了，我就放弃她，就不要她。你这个做爹的心狠，而我这个当娘的做不到你那么心狠。或者，你想要做什么啊？那你去做。然儿就在那间屋子里，你只要推开这扇门，是杀了他还是怎么着他，都由你自己说了算。我不拦你，只要你舍得，我就舍得。高明看了他一眼，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他大步走到房门口，手都放到门上了，但到底还是没有推开，搁在门上的手渐渐握成拳，半晌转身离去，再也没有回头。二姐姐，二姐姐，你这是去哪儿？你从哪儿回来的？我真的没去喝花酒。二姐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今天真的没去。啊，昨天去了。昨天不带找后账的，别告诉我娘，她会扒我的皮，更别告诉我爹，他会打断我的腿。
二姐姐，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求求你了。你去给人上坟了？我这都能猜到啊！二姐姐，你可真神了。说说，给谁上坟去了？穆家死人了？是不是穆家棉死了？那肯定不是。二姐姐，你别笑了，脸都憋红了。怎么一说到父亲死了，你这么开心呢？啊，不是啊，那可太遗憾了。我还以为是九皇子的耕铁把他给方死了，想着那耕铁的药劲儿还挺大的。二姐姐，快别往深处想了，再想父亲都该埋了。我们家没人死，我是去给安乐郡主上坟了。也不能说是我给他上坟，是我陪着一位大哥去给他上坟了。展开说说。其实今日原本也是在吃酒的，因为那位大哥跟着一起来了，又喝多了，大家便借着酒劲儿提议去给安乐郡主上坟。皇上不是下了旨，准安乐郡主以英雄之名葬入高家祖坟吗？他的棺木已经送回老家了，你们上哪儿去给他上坟？城外的一处小庙，高家把安乐郡主的灵位留在了那个小庙里，说是为了方便祭拜。另外也方便高夫人常去看看，以缓解痛失爱女的悲伤。三少爷，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京城诡案连发，3岁孩子都知道不能随意出城去玩，你们怎么还敢去上坟呢？生怕撞不着什么吗？怎么不怕啊？但当时不是喝多了吗？再说大家都去，我要是不去，不就显得我胆子小，会被人笑话的。哎，对了，我们看到高夫人了。高夫人？她还没有从失去爱女的悲痛中走出来。太可怜了，二姐姐，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子的人，就好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样，我都能闻着她身上的土味儿。确实可怜，一会儿我去看看她。常理，你跟你娘亲长得可真像。您认识我娘？认识。荣家虽然是在江南，但你娘却是从小在京城长大的，故而我们很熟识。夫人可知我娘为何会在京城长大？好像是说你娘身子不好，又正好跟太医院的一位太医家里有亲戚关系，于是就把你娘送到了京里来，方便调理身体。4、5岁的时候送过来的，想着调理个2、3年就接回去。可是这后来你娘在京中读书，也认识了许多的玩伴，这荣家就发现养在京中读书识字的女儿比在扬州跟着家里经商要好，于是就一直留了下来，直到她长大嫁人。听说我娘是个美人，那我家里那位大姐姐应该跟我娘亲长得更像些吧，毕竟她生得好看。不是，并不是这样的。你的那位大姐姐生得像你父亲更多一些。荣婉虽是个美人，但却不是那种艳丽的美。看着你你跟她更像，你也清冷秀气，你大姐姐不像，一点都不像。那位有亲戚的太医呢？还住在京里吗？荣婉死后没2年，那位太医也病故了，他的夫人不愿意留在伤心地，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京城，回到了娘家去生活。你怎的将自己搞得越发的憔悴啊？我憔不憔悴用不着你管，你还是回那贱人屋里去吧，别上我这儿来。你不要把话说的那样难听，我高明敬你爱你，这么多年也没有胡来过，家中就只有一位贵妾，还是你。罢了，咱们不该当着二小姐的面说这些，让二小姐见笑了。最近家中除了安乐郡主的事，可还有别的什么事发生？平常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可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的没有？当真没有？没有。你说的事情指的是哪方面的事情呢？怪事，
除了安乐郡主，府中可还有别的怪事？没有。只偏偏见小人儿，吹口气就成灰儿。只偏偏……然而，你父亲已经有了新欢了，是府里的一个丫鬟，她给抬了贵妾。那个小贱人怀了身孕，整日的缠着你父亲。你父亲已经快1年没在娘亲的房里留宿过了。以前娘亲就不愿与你说这些，怕扰了你的清静。可是这些事要是不说，憋在娘亲的心里也难受。但是这些跟你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只要你的病能好，他在哪里睡，娘亲都不在意。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行。娘只要有你就行，别的什么都不要。高府的小妾小产了，毫无征兆，忽然就小产了。大夫说是体寒，可他从来没有这个毛病。你给我说说，他为什么会体寒？他为什么体寒？你去问他呀！你问我做什么？可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这府里不止他一个人体寒，你也体寒，我也体寒，我们所有人都体寒。因为这府里有寒凉的东西在，只要有他在，我们谁都好不了。我知道你心里苦，命也苦，可我也跟你一样苦。我们生了2个女儿，却一个接一个的出事儿，搁到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可是雨来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谁都改变不了，连老天爷都改变不了。你为什么要逆天行事啊？你放过然儿，也放过你自己吧，好不好啊？不好，不好，不好！那是我怀胎10月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你不疼他，我疼他。我怎么就不疼他了？从小到大，他要星星，我不敢给月亮。你是去过什么极其阴寒之处吗？你好好想想，这2天都去过什么地方？阴寒之处？穆远清，你背着我去阴寒之处了？凤科城还有这种地方呢？我怎么不知道？昨天晚上你趁我出不去家门，自个跑去玩了。远清这孩子脉象虚，体寒是肯定的，但这种寒就好像突然之间有大量寒气入体，一下子将人冲得病起来。那要吃点什么药才能养好？药先吃着，能压压高热。至于体内寒症，倒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去得尽的，须得慢慢来。但过于阴寒的地方，以后还是不要再去了。臭小子，你给我等着，等你好了我再找你算账。去好玩的地方不带我啊？这朋友简直没得做了。昨晚本来叫你了，是你说家里老子管得紧，墙院都加高了，说什么都不让你天黑出门，怪我啊。再说这是什么好事吗？我现在迷迷糊糊的，都好像看到我祖父了。怎么的，你也想见见我祖父啊？倒也不必。姚轩狠狠地打了一个哆嗦，然后紧紧跟上他父亲的脚步走了。奴才年庙给二小姐磕头，跟二小姐打听个事儿，求二小姐一定告诉奴才实话，要不然三少爷可能就没救了。虽然三少爷这个人呢，他是大夫人生的，虽然他不思进取，爱喝花酒，虽然吊儿郎当的，站没站下，坐没坐下，但他真的没有坏心眼儿啊。他就是爱玩了点，但他只坑他自己，从来不坑别人。三少爷这会儿都快烧糊涂了，满嘴说胡话，都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明天早上。所以这人还能要吗？那位太医的医术如何？
哦，极好，听说就快要升为太医院的院守了，且姚家老夫人跟咱们家老夫人还是几十年的交情，姚太医给穆家人看病一向实在。要不你说？怎么说呀？说完了，大夫人会不会把三少爷打死啊？三少爷他到底干了什么呀？昨晚上，少爷跟着几个朋友去城外祭拜安乐郡主了，说是高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庙里给安乐郡主立了牌位。他给安乐郡主上什么坟？他认识人家吗？他，哎呀，这不管认不认识，至少三少爷去哪儿算是打听出来了。去给人上坟，多半是冲到了。这看来请大夫是不好使了，得请大师。年庙谢过木长篱，身形晃动，眨眼就出了屋。显摆是吧？轻功好了不起啊！哎，小姐干什么去啊？我去看看穆元清。那可是大夫人生的儿子啊。所以啊，我去看看秦专一哭得有多惨。长篱，出了什么事儿？萧云舟一边问着，一边抓起穆长篱的胳膊，轻轻将袖子往上卷。啊，疼！我今日原本是要去烈日营练兵的，临行前想着我们就要成婚，便到穆家去问问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去烈日营。那边如今大部分人都是我从西关带回来的将士，随我出生入死，是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我想让他们见见你，谁知去了穆府，就听说你到清心观烧香了。如今我家主子是真对二小姐您上心，兵都不练了，奔着清心观就来。结果在附近遇着了穆家车夫，说您来了后山。兵说不练就不练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来的路上右眼皮一直跳，感觉要发生不好的事情，便匆匆来清心观这边寻你了。果然。长篱，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刚才在追谁啊？一个妖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成了精，竟附身在判官崔玉的神像上。我查高家的事查到此处，正与那妖物撞上，原本手拿把掐的事儿，谁成想那小妖道行深，竟看出我手臂有伤，专往我伤口上撞。回侯府还是去哪里？去衙门吧，我想见见高夫人。你出城是去查高家的事？高家的事还没完吗？上一件完了，但这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件。前晚我去过一次高府，里面有东西，但高夫人不承认。我陪你再去一次。高夫人，实不相瞒，我家里弟弟病了，病得很重。你弟弟病了，关我何事？因为我弟弟前天晚上去过那处小庙，跟着几个经理的公子一起去的，祭拜了安乐郡主，也遇着了高夫人您。可他回来之后就重病不起，直到现在还昏迷在家。其他与他同去的那几位公子全都病了。你说什么？全都病了？可是那与我又有什么关系？不管有没有关系，只要所有人的交集都有夫人你，那这件事就值得一查。你觉得正三品的凤歌府尹经不经得起京中至少5、6个官邸齐齐查问呢？穆家姑娘，虽然那是一处被废弃的小庙，可供奉的神是判官崔玉。我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供奉了判官崔玉，你为何像审罪人一样的来审问我？什么判官崔玉啊？那根本就不是正儿八经的东西，这尊神像里是个妖物。你懂什么？从来都没有什么妖物，那只是崔判官显灵，他是看我可怜才显灵帮我。你们为何毁他的神像，就不怕遭报应吗？从来都没有什么崔玉，那只不过是坐在崔玉神像里的一只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成了精，生出了灵智，知道附在真神的神像，以此来成香火。如果你还想要维护那个小妖，那我也没必要再在这里跟一位深宅夫人过多废话。
京中本就诡案多发，我认为我弟弟和其他几位官邸少爷的病与诡案有关。这事儿我立即就会上报给大理寺，请九殿下主审。如果夫人不想再维护那个小妖，那么就将你府中那个阴物交出来。就不能有第三种选择吗？你将神像还给我，我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保证谁也找不到我们。只要我们躲起来生活，就没有人才会闯入，不闯入就不会生病，没有人生病，我就不算打扰别人。穆家姑娘，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怎么样？差不多了。磕头有什么用？都是你干的好事，全家都要被你赔进去了。我带你去。这世上竟还有活的尸体！夫人，事到如今，您就别再坚持了，让二小姐入土为安吧。夫人，让二小姐入土为安吧。二小姐多年前生了重病，死在家里。二小姐死后，她坚持不让发丧，不准二小姐尸体离开自己半步。后来老爷看不下去了，给夫人灌了安神汤药，这才偷偷把二小姐给葬了。谁成想头七那天，夫人去清心观烧香，无意间绕到后山，看到那间小庙，神像说话了。那个神像说话了，我没有撒谎，他真的说话了。就在夫人拜他的时候，他问夫人想不想让二小姐活过来。起初我是不同意的，这太骇人听闻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可要让我把然儿赶走，或是再给埋了，我又下不去手。你们看他能走能坐能躺，说他是死人，可他又像活人，到底是我的女儿。我一时心软，就让他把孩子养了下来。崔判官告诉我，因为然儿是我的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只能用我的血才能滋养他，让他一直活着。判官还说了，只要养足了5年，然而他就可以好起来了。现在是第3个年头，再有2年多，然而他就可以活过来。真的是这样吗？方才我说过了，那不是什么崔判官，而是一个精怪占了崔玉的神像。你们被那精怪给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5年之后人会复活的事情，有的也只是5年之后他受足了香火，吸足了阳气，反过来将你们所有人吞噬，然后完成自己的进阶。或许可能用不了5年，再过些日子，夫人的命就要没了。二小姐，救救我们家！在下深知二小姐有过人之处，求二小姐救救我们家，再帮我们一回吧。高家二小姐比我命好，人即使死了，她的爹娘也没有放弃她，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她活过来。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做爹娘的也没什么错。我也是别人的女儿，却从来没有感受过父母的爱，从来没有。穆家姑娘，不管他是崔判官还是什么精怪，能不能留他一命？我不怕死，只要我然儿能够活过来，我死了也没什么。他给了我希望，我总想试一试，万一成了呢？我的然儿，他才10几岁，他的人生最好的岁月都还没来，他怎么就死了？不是我不帮你，而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希望。他如今这副模样，你相当于是用咒术禁锢了他的灵魂，他入不了地府，消不了阳户，地府不收他，阳间也不收他，孤魂野鬼十分凄苦。如果你连续几年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四周都是黑暗的，你永远都走不出去，你是会喜欢那牢房，还是会害怕那牢房？禁锢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刑罚了。高夫人，
我深知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活死人，他的魂已经散了10之7八，你再不放手，他就会彻底烟消云散，再也没有轮回的可能。听我一句劝，放他轮回吧。次日清早，天还未亮，一口棺木从高府侧门抬了出来，棺木放上马车，穆长黎站在棺木旁边烧了一把纸钱，然后吩咐赶车的人一路往西走，出城之后再行5里，有间土地庙，马车在那土地庙前停留1炷香的时间，然后再绕路回高家老家。记着，在土地庙门口把这些纸钱烧了，不需要念叨什么，只管烧就行了，一定要烧尽。从今往后，我一个孩子都没有了，这一生该怎么过？这世间失去子女没了父母的人有很多，可若人人都想通过邪术让死去的人复生，那这阳世间岂不是全乱了？人各有命，你命中注定有两女死两女，他们命中注定遭大劫生死劫，这都是命数。九殿下信不信命数？从前不信，但是现在信了。二小姐扛的是什么？猪。猪？这里可是侯府，你从哪儿扛出来一头猪啊？问题那形状看着也不像猪啊，倒是像个人。再瞅瞅穆长黎走过来的这个方向，穆顺心里咯噔了一声，他抬腿就往西路轩跑。等到了西路轩，没有看到下朝回来的穆江棉，却看到院子里躺了4个暗卫和1个文嗣。穆顺脑瓜子嗡嗡的。还猪？那麻袋里头分明就是老爷呀！穆顺又开始往回跑，想把穆长黎给拦住，但是又觉得自己拦不住，而且整不好还容易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于是他又跑去找秦庄仪。等到秦庄仪风风火火地赶到府门口时，二小姐扛着一头猪，带着丫鬟坐马车走了。知道去哪儿了吗？这二小姐的事，谁敢问呢？去见老夫人，快扶我去见老夫人！且不说长宁侯府里闹成了什么样，此时的穆长黎已经坐着马车，带着芙蓉和麻袋里的猪往城门口去了。二小姐到底要干什么呀？二小姐有没有想过，老爷如果在后山迷了路，走不出来怎么办？还有啊，如果遇着了危险，又该怎么办？那个什么精怪，他肯定还在山里呢，他会不会把老爷给吃了？对啊，让那精怪把人给吃了，我再把精怪抓到送官，那这事儿就是又能把人给弄死，又能给我自己争取到一个为父报仇的美名，何乐而不为？是二小姐把他丢到山里的，曾经也有人把我丢到过山里，又有谁追究过对方的责任了？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概念模糊的，是对是错全凭人一张嘴。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善类，谁招惹过我，谁欺负过我，谁给我的童年留下阴影，我都会用自己的手段报复回来。何况昨日是穆江棉先让车夫把我们扔在山里的，你忘了吗？我可没忘，而且我还清楚的记得，这事儿就跟老爷没关系，是那车夫自己胆小跑了。二小姐，你是硬把这事儿扣在老爷头上的。清心观的风水确实好，一只古镯都能成精，可惜了，挺好看的镯子，若能借着这宝地好好修行，说不定真能成正果。这品相，将来化了人身也是天姿绝色。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真身碎了，一切都完了。二小姐，是所有的古物都能成精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天地间岂不是有大量的精怪了？古物成精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首先呢，这东西存在的年月要久，很久，最少也得500年、1000年以上。其次，它需要一定的机缘。
这个机缘呢，也分很多种。我拿这只古镯举例，它如果想成精，要么是从前带着它的主人有仙缘，要么就是像它现在这样，一直待在清心观这种地方，受香火，也受清心观所在的地理位置影响。这个地方风水好，利于养成这种东西。当他满足了以上条件之后，也有了一定的道行，那么接下来的修行路就有2条，一条是靠长年累月的修炼，当然修炼过程中若有机缘，也可以吞服仙丹，这算正途。第2条就是邪道，邪道靠的是吸取人类的精气，这古镯走的就是这条邪道。而且我断定高夫人绝对不是他第一个找上的，在高夫人之前，他指不定祸害了多少活人。那如果没有高夫人的事儿，他也没有祸害旁人，就只是钻进崔判官的神像里，受崔判官的香火，那是正途还是邪途啊？这算奇遇，因为并不是所有神像都能被钻进去成香火的，要不然依着他的性子，他早钻到三清真人的神像里去了。只能说崔玉的神像跟他多多少少有些缘分，所以才被他钻了进去。至于究竟有什么缘分，哪天有机会得下去问问。老爷呢？跟你们走的车夫呢？你们把人弄到哪儿去了？他们2个又不是小孩子，去哪了还用我管着？再说我也没那个义务管他们呀。二小姐，别闹了，奴才都看见您扛着老爷出府了。您哪只眼睛看见了？我2只眼睛都看见了。芙蓉，把他2个眼珠子给我抠下来，我看他还拿什么看。别动别动啊！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儿。哼，穆管家，你好好想想，是真的看见二小姐扛着老爷走了吗？你真的看见二小姐扛的人是老爷吗？没有，他就看到一个麻袋。二小姐说那里头装的是猪，可问题是书房院里暗卫都倒下了。后来人醒了，一问就说是二小姐打的他们。他把这事儿跟穆长黎说了，4个暗卫打不过我1个，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暗卫？好好查查吧，指不定就是贼喊捉贼呢。哦，对了，长年侯不见了。那奴才说这么半天是在说什么呀？不就是老爷不见了吗？不见了报官呢，找我干什么呀？报官得24个时辰之后呢。那就等24个时辰，他再不出现就报官呗。穆长黎都回天武轩吃完1顿饭了，都没有人过来问他。芙蓉觉得这不正常，但是穆长黎却觉得挺正常的。哎呦，40多岁的人了，他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业余生活？怎么的，不见了几个时辰，家里就闹得人仰马翻，像话吗？这事儿就算现在我主张去报官，他们都不能让我去，丢不起那人。你家老爷又不是小孩子，他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你能保证你样样都知道，件件事都一清二楚？至于院子里的暗卫，我反正不信长黎1个人能打倒他们4个。要真是如此，那长宁侯府这些年的防御就是个笑话。一个小姑娘都能轻松解决的人，也配得上叫暗卫了？说出去简直叫人笑掉大牙。你回去吧，安心等着，你家老爷要回来自会回来。人们等啊等，一直等到了亥时，终于门房来报说老爷回来了，还是被官差给送回来的。一个长宁侯，一个长宁侯府的车夫，据说是搭着别人家的马车回的京城。看着点你家老爷吧，这都什么时辰了，还在外头溜达，是不是不拿宵禁令当回事啊？穆顺一顿说好话，还给了银子，这才把官差给打发走了。再一回头，哪里还能看见他家老爷呀？老爷早就觉得自己丢人，赶紧回书房了。陆老弟别走，陪我喝2壶，咱们好久没叙叙旧了。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事儿，怕帝君责罚，所以拉着我给你出出主意？若是只有帝君责罚，那这顿酒不喝也罢。问题是
是什么？问题是这事儿碍着领主了。咋的呀？你这红玉镯子去勾搭领主了？不能啊，他不是还没化身吗？而且就算化身，他这模样也该是个女的，一个女精怪勾搭领主作甚？哪里是勾搭呀？他是跟领主打起来了。这玩意儿他攻击领主，差点没让领主受重伤。陆老弟，你瞅瞅，领主急眼了，给了他一下，他就碎成了2半。不过他是怎么跟领主碰上的？领主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坏人道行。他是不是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崔兄，你就说实话吧。崔玉一跺脚，把实话说了。啊，那就怪不得领主了，是他自己不学好，为走捷径去害凡人，该死。不过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怎么能进入到你的神像里？还是去喝2壶吧，一边喝一边说。这红玉镯子也是刚到我手里，要不是他出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世间竟还有这玩意儿存在。它本是我曾祖母出嫁时戴在手上的一只红玉镯子。曾祖母啊，我都没见过她。你说见都没见过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她出嫁时手上戴了什么？正是因为有这层渊源，所以她才能够进入到我的神像里，成我的香火，还一直没被发现。这就是钻了个空子，按说这也算机缘，真能凭这个修成正果，那是他的福分。说的就是啊，你说他若好好修行，不想歪门邪道，将来修成正果也算是我功德一件。可惜这玩意儿他不好好的，贪心不足，还嫌修行太慢，居然打起活人的主意，这不让领主给撞了个正着。崔兄啊，你这点子也是太背了。谁说不是呢？而且这玩意儿赖都赖不掉，他也不知是怎么的，居然直接就出现在我手里了。哎呀，我心里忐忑呀，领主会不会生气呀？那姑娘一生起气来可不好哄啊。酒过3巡，陆道之说什么也不肯再喝了。他劝崔玉：你也别喝了，一会儿把舌头都喝大了，领主来问话你说不清楚。我实在是想把自己灌醉，这样领主来了之后，我就可以一醉不起，能躲一时是一时啊。问题是你没处躲了，领主已经来了。领主啊，你来了呀。咱们有话好说，你别往前走。我知道这事儿怎么说都是我没理，但它已经发生了，谁也没办法改变。你与其跟我算账，不如想想要点什么补偿。对，就是要补偿。小阿离，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说，只要我有，就算我没有，抢我也去给你抢来。那我想要帝君王冠上那颗珠子。要不你还是往前走几步吧，你薅我头发，你抠我眼珠子吧。咱们也好久不见了，今晚有空下来叙叙旧，还愣着干什么啊？来喝酒呀！要不你俩叙旧吧，别带我了行吗？瘆得慌。你胳膊怎么了？受伤了呀，原本就受伤了。你们家那精怪还趁我病要我命，往死里攻击我痛处。对不起，是我疏忽。我要是知道阳间还有个他，要是知道他会对你做出这样的伤害，我定亲自上去毁了他真身，让他灰飞烟灭。哎呀，喝酒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今日收到领主您传来的领旨，让我来断阳间那位小姑娘的案子。这案子与我有关，我自是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但古拙作恶多年，那小姑娘在死后被生生切断与勾魂阴差的联系，强行留于阳世。如今三魂七魄都是残缺的，根本达不到转世投胎的条件，倒是可以让她一直留在丰都城，可那也只能做个傻鬼，十分凄惨。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之所以让你来判，就是让你给拿个主意。你们家的镯子吞了人家的魂魄，你总得想个法子给人家补回来吧？是，这个肯定是要补的。我已经想好了，我化去300年的阴德，将那位姑娘的残魂收于一块古玉中，劳烦领主在阳世间找一个人，随身佩戴那块玉10年，就可以将那位姑娘的残魂补全，最好是亲人，那样兴许用不了10年，5年就够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等你将玉弄好，寻个阴差给我送去。眼下时辰也不早了，我得回去睡觉了。活人跟你们真心比不了。哎呀，困啊！他说走就走，直到走了没有了影子，崔玉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这关就算过了吧？是不是就算过了？崔兄此番也是命大，赶上领主心情好，没折腾人。是啊，我可再也不想吃那种不人不鬼的东西了。对了，那东西叫什么来着？芥末，我记得清清楚楚，叫芥末。领主把那玩意儿包成了饺子，足足99个，让咱们必须在1个时辰之内吃完。吃不完，他就坐到帝君跟前哭去，真是要了命了。帝君最怕领主哭，领主一哭，别说让我们吃芥末馅的饺子，就是让他让出北罗阴丰都山，他都不带眨一下眼睛的呀。此番命大，也许领主借尸还魂后脾气变好了。来，咱们再开2坛。3个时辰之后，因为喝多了已经睡下的崔玉忽然被小鬼叫了起来。叫我作甚呀？不是说好了我要多睡一会儿吗？崔大人，大事不妙，大事不妙啊！半个时辰前，帝君发现他王冠上的那颗大珠子丢了，种种迹象都表明那颗珠子是您偷的。该天杀的，领主的脾气根本就没变好啊！您是长离的祖母，更是长离的救命恩人。当初要是没有您呐，长离这条小命怕是刚生下来就被人给掐死了。所以本王此番抬来聘礼，也只认您一个长辈。这些东西全部都请老夫人一人过目，再由老夫人一人收着。这是本王的意思，也是皇上的意思。东西虽然是西江王府出的，但也全部都在礼部过了名录。礼单是报了皇上，每一样都记录在册。穆家人除了老夫人外，任何人都没有动这些东西的权利，否则就是欺君。穆江眠深吸了一口气，心里实在是堵得慌。穆长离带着2个丫鬟，就是在这个时候走到前院的。二小姐，这里，快过来看看这些东西满不满意？我们今日一早就出府了，之所以这会儿才到穆家，是因为殿下说了，这些东西必须得在京城转上一圈，让京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西江王迎娶正妃是真真正正上了心的。你哪来这么多东西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跟本王这些年在西关攒下的家底比起来，9牛1毛。那些东西你都带到京城来了？带了3成，实在太多了，带不走了。说完，十分自然地将他的手握在了自己手里，拉着他走到老夫人跟前。长离呀，你未来的夫君将聘礼都交到我的手上，原本我傻孩子，没有这些东西，我难道就不能活了吗？二小姐放心，当年老夫人出嫁时，从孔家抬出来的嫁妆，包括100年以后的棺材、装老的衣裳，都带齐了。这是娘家给姑娘的底气，老夫人希望二小姐也有这样的底气。这院子里都可以放，所有人都站在前院，看着这一箱一箱往里头抬。穆长离没有数，但是云香数了，一共199台，比老夫人当年的还多。九殿下真是太有钱了。都说西关苦，那这些钱财究竟是怎么攒下来的？嘿，咱们在西关闲着没事就这么的皇宫也给抄了。这来钱道可是真不错。数日之后，
九皇子与长明侯府二小姐大婚。哎，咱们到院子里看看，熟悉下环境。哎，明日再熟悉不好吗？总不能把小姐一个人扔在这儿啊！你哪只眼睛看见小姐是一个人啦？赶紧的，跟我走。终于把云香给拽走了。房门临关上时，穆长黎听到云香又问了一句：“那把小姐和九殿下单独留在屋子里好吗？不需要避嫌吗？”哎呀，快别说了，你是不是傻？萧云舟听笑了，笑完就看着穆长黎：“需不需要避嫌呢？”那你出去吧。长黎，大婚礼成，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所以呢？所以不需要避嫌，从今往后都不需要了。今日咱们大婚有大婚的规矩，为图个吉利，规矩不可破。所以你今日一整天可能都离不开这间喜房了。不过没关系，忍过了今天，这府里就再没有人可以约束得了你。明日我带你在这府里转转，每个院子每个角落你都看一遍。那你快些去应付前院的喜宴吧，别喝太多酒，晚上还有朋友来贺我们的新婚呢。他将人推到了门口。快去快去，记得子时前回来就行。萧云舟再一次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娶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媳妇儿。子时能把时辰卡到这儿的，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贺王妃新婚大喜，九殿下说了，王妃不能饿着肚子在喜房里一坐就是一天，所以啊，让奴才们来给王妃送些酒菜。几位姑娘也别拘着自己，这儿是西江王府，没那些规矩。啊，真能吃菜喝酒？能啊，凭什么前院都在吃，喜房就不能吃了？王妃才是这府里的主人，没有客人都在吃，主人却饿肚子的道理啊！你还小，我亦不是贪欢之人，所以你不必将新婚之夜这件事放在心上。虽然我是打从心里希望你能成为我真正的妻子，但我们的这场大婚终究只是一场合作，只是合作之事你知我知，外人不知，为免生不必要的麻烦，我可能还是要睡在这间屋子里，你睡里面，我睡外间。你其实睡过来也没什么，你看这床榻这么大，我们在床榻中间隔开一条被子，也很宽敞。冬日里天寒，屋里就一盆炭火，外间离门又近，很冷的。常理，在你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不要做这样的提议。正是因为外间冷，我才睡了过去。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你就饶了我吧。穆长黎没有睡，萧云舟也没有，两个人只确定了在这间屋子里睡觉的方式，然后就静等子时到来。子时刚至，屋子里骤然冷了下来。萧云舟站在他的身边，看他盯着正前方，渐渐露出笑容。他亦学着穆长黎的样子朝那个方向看，地面不知为何竟然开出了一条路，阴冷的气息就是从那条路传出来的，好像有很多人走在那条路上，正往他们这个方向来。恭贺领主大婚，愿领主与殿下深情厚爱，永结同心。愿领主与殿下百年好合，一生顺遂。这声音喊了3遍，然后那些人开始冲着他们挥手告别，又重新走上了那条路。待所有人都走了，屋子空了，路也消失不见了。屋子里又恢复了本来的温度，好像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很想问问穆长黎那些都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更想问问穆长黎那些人口中的领主是什么意思。可是穆长黎并没有回答这些话的意思，穆长黎只是看向他，同他说：愿我们一生顺遂。九殿下，进宫一趟吧。您就算不去看皇上，也该看看皇后娘娘啊。殿下，今儿是初6，皇后说了，请您务必进宫。走吧，进宫看看。
那位公公特地提到初六是什么意思啊？初六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本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是自从京中的日子开始不太平，皇宫里似乎也不太平起来。这也是我回京之后从大理寺卷宗上得知的。7个月前的一个初六，宫里失踪了一个人，是后宫的宫女，没有什么征兆，就是正常在宫中行走，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可奇怪的是，之后每个月的初六，宫里都会失踪一个人，有的是宫女，有的是太监，有的是侍卫，甚至还有一次居然是一位妃嫔。半年多以来，后宫人心惶惶。每到初六，所有人就都早早地回到各自的宫院，关门闭户。所有人被要求在初六的晚上不可独处，且2个人都不行，要最少3个人在一起，越多越好。人越多，离奇失踪的可能也就越小。可即使是这样，依然有人失踪。而问起在一起的其他人是怎么失踪的，其他人就都是同样的回答：没看见，睡着了，稀里糊涂就睡着了。今天又是一个初六，不知道今晚失踪的会是什么人呢？殿下，先去看看皇上吧。皇上眼巴巴地盼了您好久了，您回京之后还没见过皇上呢，好歹也是亲爹，当真一点都不想吗？或者您不想当面骂他吗？给他一个挨骂的机会吧，求您了。本王4岁离京，走的那天，母妃跪求见他最后一面，但是他没出来。宫里的太监说贺大将军回来了，他在陪贺大将军饮宴。本王觉得他可能是喜欢陪酒，既然当初不见，那今后也没必要再见了。他与本王来说连个陌生人都不如。走，去见皇后。王妃，您劝劝九殿下吧。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何况我本来就知道他的苦，怎么劝呀？要不硬着头皮劝劝？凭什么？就凭他是皇上啊。他是皇上我就得劝啊？啊，皇上算老几啊？不是，你们2口子走的是一个路线吗？你是九殿下？千亲姑姑，别来无恙。好，都好。奴婢好，皇后娘娘也好。难得九殿下还记得奴婢，奴婢看到九殿下回来了，心里高兴。皇后身边的千亲姑姑，我儿时多病，能活下来多亏皇后娘娘照顾，有时经常就睡在华清宫里，都是千亲姑姑在陪着我。姑姑今年也30多了，岁月还真是不饶人呢。37了，殿下离京16年，都长得比奴婢高出一个头了。这位就是王妃吧？哎，真好看，跟当年的荣夫人一模一样。快进屋吧。千亲姑姑，千亲姑姑，小哥哥又来找我玩啦！哎呦，祖宗哎，今儿是初六，这话可不好说。我没有乱说，我就是见到那位小哥哥了。小哥哥带我玩了扔石子，他说仙儿长得好看，让仙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以后长高高才能更漂亮。你是谁？你又是谁？啊，这位是4公主，今年6岁，宫里最小的孩子，顺嫔娘娘生的。公主啊，这是你九哥九嫂，快叫人。皇上这岁数都能当孩子的太爷爷了吧，还当人爹，他可真好意思啊！哎，你说是不是？爱妃说的对。九哥好，九嫂嫂好。嫂嫂，你是第一个敢当着我的面说父皇老的，就跟我的小哥哥一样，什么都敢说。小哥哥是谁？十皇子吗？不是十殿下。啊？太爷爷还有个小孩？哎呦，没有，真没有。千青都要急哭了。哎呦，从来都没有什么小哥哥啊！宫里除了4公主，就只有17岁的十殿下了。萧云州看了穆长黎一眼，见穆长黎也没有说什么，便不在这件事情上纠结，自顾自地拉着穆长黎走进皇后的寝殿。
四公主也跟着进去了，跑跑颠颠的，一路吵着：“九哥，九哥，你回来了，能不能陪我玩呀？仙儿真的很慢很慢的，宫里除了那个小哥哥，就没有人肯陪我玩了。”萧可仙，据说是老头子一次醉酒被顺嫔给遇着了，就有了这个孩子。可是那个小哥哥是谁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日日盼着你能回来，如今总算是回来了。你还记得顺嫔吗？没有什么印象了。是啊，那时你还小，太小了。顺嫔死了，生仙儿的时候难产死了。嫔位是死后加封的，因为生了个公主，封嫔是为了给公主抬脸面，毕竟公主将来极有可能是要去和亲的。顺嫔死后，我去求皇上，让我来养这个孩子，皇上允了。这孩子是在我身边长大的，这段日子算是三喜临门。一喜是周儿回来了，二喜是你回来了，三喜是你们结为的夫妇。这是宜妃和阿婉年轻时就定下的亲事。本以为大家各奔东西，没指望了，没想到兜兜转转的，还是你们两个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本宫今日唠叨的有点多，你们别嫌烦，实在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人能好好跟本宫说说话。韩皇后自顾自地说着话，也不求有人应她什么，甚至都不需要搭话，只要萧云舟和穆长离就坐在这里，她就可以一直说下去，说到地老天荒。皇后娘娘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萧云舟轻轻叹气，点了点头，算是肯定了。穆长离看着坐在他腿上的四公主，再看看念念叨叨自顾自说着话的韩皇后，心下有了定论。儿女缘浅。你说什么？穆长离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了。晌午，二人陪着韩皇后在华清宫用了午膳。皇上来过，但是在院子里没敢进屋，站了一会儿就走了。韩皇后站在窗边看了一眼皇上走时的背影，回来就跟萧云舟念叨：“听说昨儿闹着要去你府上，被苏九给按住了，说大喜的日子让他别去，给你添乱。他很伤心，自己在宫里喝了顿闷酒，晚上睡不着，就到我宫里来说话。可我哪有精神头听他唠叨，我就睡我的，他就说他的。等我一觉睡醒来，他已经去上朝了。皇上一宿没睡，一直在说九殿下的事儿。这说来说去，不是4岁以前的旧事，就是殿下回京之后的新事。女儿家出嫁，那就是别家的人了。任凭娘家杀人放火，那也跟他没关系。何况九殿下您是姓萧的，皇上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他还有脸委屈？谁说不是呢？他还有脸委屈，但他这人就是脸皮厚，这么多年了，脸皮一直厚。对，父皇脸皮是厚，母后都不喜欢他，他还总是要过来，他还总到贺娘娘那里去，有一次还偷了母后这里的东西拿去讨好贺娘娘呢。他偷什么了？偷母后的燕窝，我亲眼看见的。小灶间炖好的燕窝，母后没吃，睡了。父皇来了之后就说这燕窝放着可惜了，并叫苏公公端走。苏公公问他端到哪儿去，他就说端到福欢宫去。福欢宫就是何娘娘的寝宫。仙儿吃饱了吗？吃饱啦。吃饱了就让千青姑姑带你去玩，母后跟你九哥哥说说话。四公主很听话的跟着千青走了。周儿，每月初6发生的事，大理寺的卷宗你都看过了吧？看过了，从7个月前开始，一直到上个月，每月初6都有一个人莫名失踪，至今没有查到原因，也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心头大患，因为事情出在后宫，我身为皇后，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我曾经很努力的想要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刑部用过了，大理寺用过了，凤阁府也用过了，没有一个衙门能说出个1、2来。
今天又是初六，我这心呐，从早上到现在就一直悬着。手劲儿再大些！哎呦，我让你手劲儿再大些，你听不见吗？你是给老子按腿呢，还是给老子挠痒痒呢？我去你大爷的，你个臭傻子！年轻人一下子就被潘颂给踹倒，当时就咧了嘴要哭。憋回去，给我憋回去！我告诉你啊，敢哭一声，我就狠狠地打你，打到你胖头肿脸，还要割去你的舌头。这么一吓唬，年轻人也不敢哭了，赶紧又跪回来。哼，你也不用委屈啊！平日里你那母妃啊，就是这么使唤咱们这些奴才的。你才哪儿到哪儿啊？啊！我还没让你大冬天的在外面睡一宿，也没让你徒手去冰湖里抓鱼，偷着乐吧。哎，潘公公快走，流苏来了。韩颂一惊，转身就想跑。还想跑？我看你往哪跑！好啊，这次让我逮个正着了吧？韩颂，我看你怎么说。流苏姑娘，误会，都是误会，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是出来找十殿下的，这不是才找着，正劝着他跟我回福欢宫呢。你可知欺辱皇子是什么罪？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做？贵妃娘娘但凡在意这个儿子，他早就不是如今这副模样了。姑娘有在这儿跟我理论的功夫，不如早点把十殿下给带回去。这天齁冷齁冷的，十殿下这身衣裳那可是穿了跟没穿似的，再给冻着了，怕是太医都没得请。流苏心里有气，但就像潘颂说的，连贵妃都不在意这个儿子，他再恼潘颂又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清楚，对于贵妃娘娘来说，这个傻儿子是真的不如潘颂这个嘴甜的太监。罢了。他不再计较，拉起石皇子的手，转身就走。石皇子乖乖地跟着他，身子还是在抖着。姑姑，我好冷啊。把他给我看紧了，在这宫里怎么闹都行，总往外跑就是给本宫丢脸。本宫的耐心也有限，下次他再跑，就只能把他的腿打断。打断了腿，本宫看他还跑不跑。娘娘放心，奴婢一定看好十殿下，再也不会让他跑出去了。今儿初六，都精神着点儿，夜里全部到本宫寝殿里，天不亮谁都不许出去。是，奴婢早上就交代下去了。娘娘放心吧，就是十殿下，要不要也到娘娘的寝殿来？不必。唉，今晚能不能熬得过，就得看十殿下的造化。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这不是十殿下吗？十殿下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石哥哥，石哥哥，你怎么啦？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啦？你告诉仙儿，仙儿去给你报仇，仙儿一定会把他们的屁股都给踢开花。女孩子家家的，别胡说。殿下，快起来，奴婢送殿下回宫吧。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我不回去。潘颂他说我屋里有个大怪物想要吃了我，我要是回去了，那怪物就会把我吃掉，我不回去。那作死的潘颂，他就是故意吓唬你。屋里哪来的怪物啊？殿下不要信他的话。有的，真有的，我看到过。那个怪物长了3只胳膊2个脑袋，特别可怕。今天是初六，那怪物又要出来吃人了。石哥哥，你不要怕，怪物不吃好人，它专门吃坏人的。你要是不信，一会儿我给你讲一讲每月初六失踪的那些人，他们真的没有一个是好的。怪物只吃坏人，石哥哥你是好人，你是不会被怪物吃掉的。石哥哥，你要是不想回福欢宫，那我们就一起去送送九哥和九嫂吧。然后仙儿带你回华清宫，今天晚上石哥哥就在华清宫睡，咱们都守在母后身边，谁也不会有事的，仙儿来保护你。于是出宫的路上又多了一个石皇子。石哥哥，你不要怕，有母后在，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的。而且仙儿也很厉害呢，那些一贯会欺负人的太监和婆子，仙儿都不怕他们，仙儿还可以把他们打跑，或者让他们跪在墙角。
总之，他们坏，我就要比他们更坏。石哥哥一定要记住，恶人都是欺软怕硬的，你只要比他们厉害，他们才能怕你。嫂嫂，你一定要常来哦，仙儿很喜欢嫂嫂的，很期待下次能够再见到嫂嫂。石哥哥，你快跟九哥九嫂说再见。石皇子憨憨地笑着冲两人挥手，千青也挥手，眼泪又急眼底，尽是不舍。车帘放下的时候，穆长黎听到四公主说了一句：下回再见到小哥哥，我一定要告诉他我有了一位漂亮的嫂嫂，小哥哥也一定会喜欢漂亮嫂嫂的。你猜那个小哥哥是谁？没有什么小哥哥，石皇子就是最小的皇子。有的，有小哥哥。那可能是哪位官眷家的孩子进宫时带进来了，被四公主看见，一起玩了几回。至于他说是皇子，2个原因吧，要么是他自己以为的，要么就是那个孩子骗了他。都不是，是真的有个小哥哥，别人看不到，但四公主能看到。我在他的身上感受到气息了。或许石皇子也能看到，因为同样的气息他身上也有。所以你一直盯着石皇子看？倒也不是因为这个，昨天给祖母磕头的时候，伤口好了大半，剩下的这一点我本以为不会再有太大的反应，可是刚刚石皇子出现的时候，他还是一阵一阵的疼。这会儿我们离开皇宫，他又不疼了。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好，老这么反反复复的也不行。你总说你心里有数，不如说说是怎么个有数法，咱们一起想办法呀。事情跟穆家有关，但那事儿跟离家的事一样，过去了很多年，不是一下子就能查明白的。咱们可以留着慢慢查，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得先把后宫每月初6就有人失踪的事给解决了。先去大理寺，把所有关于后宫每月初6失踪一人的卷宗都搬回王府。所以你的意思是，也有可能是诡案？那如果是诡案的话，凶手到底是四公主口中的小哥哥，还是石皇子口中的怪物呢？还有，那些失踪的人仅仅是失踪吗？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失踪了，还是死了？如果是死了，那就是铁了心在报仇，但如果只是失踪，那么很有可能对方想要谈什么条件。其实那些已经失踪了的人也不一定互相之间就没有关系，只不过一来呢，因为人已经找不到了，无从查起；二来，我们几个都跟皇宫不熟，也无从查起。但如果此时此刻这里坐着一个对皇宫很熟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得到另外的线索？昨晚宫里的消息传出来了，仙儿说失踪的是一个经常欺负石皇子的大太监，名叫潘颂。那可太好了，九哥九嫂爱听，正巧我又会讲，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王府里多住些日子？九哥你放心，我不会跟你抢媳妇儿的，我可以跟沈嬷嬷去睡客房。好，那你说说看，上个月失踪的宫女是怎么个坏法？这怎么一桩桩一件件，除了昨天那个之外，其余都跟华清宫有关系啊？萧云舟把那张纸拿过来看了一会儿，把纸摊开放在桌子中间，纸上面从第一个失踪的人开始，一条条清晰可见，这一条条与华清宫有关，看得叫人心惊。你怎么说？穆长黎又看了一会儿，然后指了指纸上的2条，一条是那位青天监主簿的夫人，还有一条是父亲是太医且与华清宫宫女有婚约的侍卫。从这2个着手可查。那明日我去查青天监主簿夫人这边，侍卫那头爱妃代劳。芙蓉扑哧一笑，穆长黎在桌子底下踹了萧云舟一脚，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当天晚上，芙蓉带着四公主一起睡觉，四公主缠着芙蓉讲了好多长宁侯府的事，她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四公主啊，是有点爱听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左右呢，她在王府也住不了几日，姑娘你就多担待些。没事没事，
公主招人喜欢，我愿意给她讲故事。穆长黎这头也在讲故事，是萧云舟给他讲的。昨日在宫中，你说皇后儿女缘浅，确实是这样的。皇后曾怀过2次身孕，一次是在天启6年，一次是在十皇子出生之后的第4年。可惜啊，2次都没能保住孩子。第一次6个月的时候摔了一跤，孩子没了。第2次其实已经生了下来，可惜生下来的是个死胎。但第2次那个死胎，据说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生的是个死胎。他一口咬定，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听见啼哭声了，还看到接生婆把孩子抱在怀里。可同时他也说过，当时2位接生婆看到孩子的时候，都是一脸吃惊的表情。当时皇后想看一眼，可是没有人让她看，只说怕她伤心，说她跟这孩子没缘分。其实这么着急把你给送回来，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多留你几日，实在是宫里有人想你了，想让你早点回来。谁想我啦？母后？不能，母后天天嫌我闹腾，临走时她还说，总算能把你送出去几天了，本宫也清静呢。不是母后，是那位总跟你一起玩的小哥哥，他想你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认识那位小哥哥，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他更不可能派人去王府找我了。我不是骗子。你就是骗子。小哥哥说过，除了我，没有人能够看见他，他会隐身，别人看不见的。我能看见，不信一会儿你帮我引荐，我一定能看见他。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呦，本宫还想着清静几日，是不是你们2个也受不住这孩子的闹腾了？哪能啊，是仙儿想母后了，就想早点回来陪母后。小孩子就是这样，在家里的时候想出去玩，真出去了吧，又开始想家。皇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与他们说了一会儿就累了。前清侍候皇后歇着，穆长黎就借口陪4公主，让4公主带自己在后宫转转。4公主冲着穆长黎眨眨眼，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跑。萧云舟和芙蓉在后头跟着。4公主把几个人带到了一处小花园。我经常在这里跟小哥哥玩的，这个小花园里平常是没有人来的。皇宫里怎么还有这种地方？4公主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怎么找到的？嘿嘿，那你可问着了。别说这小花园，更偏的地方我都能够找得到呢。我萧可仙是谁呀？我可是后宫的混世魔王，这后宫就没有我到不了的地方。我甚至知道这后宫宫墙底下有几个狗洞，我还知道华清宫后院的角落里被人刻了骂人的话。我什么不知道？后宫有几只蚂蚁我都数得过来。华清宫刻着骂人的话？哪里刻的？谁刻的？谁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在后院的墙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被石头挡着，非得是搬开石头才能看着呢。我还把这事儿跟小哥哥说过呢，他说他也觉得应该不是一次刻完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猜想是对的，因为又过了几天，我发现墙上的字变多了，有一排小字是新加上去的，还是咒骂，骂得可难听了。华清宫失踪的那个宫女，墙上的字是不是在她失踪之后就没有再增加了？啊，我怎么没有想到？九嫂，你说的对，就是她失踪之后，墙上的字就再也没有增加过了。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个宫女？只是猜测，是不是她我也不知道，但或许你那位小哥哥知道。把你的小哥哥叫出来吧，让我们认识认识。小哥哥，我是仙儿，我来找你玩啦。但是那个小哥哥始终没有出现，4公主没有放弃，一直在努力。别喊了，你的小哥哥已经来了。仙儿乖，哥哥不会不来的。哥哥刚刚只是有事耽搁了。我就知道哥哥最疼仙儿，哥哥不会不见仙儿的。萧云舟和芙蓉一脸茫然，他们看不到。穆长黎有准备，他从袖袋里取出了一支蜡烛，点上。萧云舟取出火石，将蜡烛点燃，少年的样子立即就出现在他眼前了。剑魂烛能见魂，但是做不到与鬼魂有实际的接触。
为何仙儿能碰触到他？因为他主观意愿过于强烈，也因为他被困在皇宫多年，又是在清明殿这种皇上常在的地方困着，魂体染了龙气，渐渐凝出食物来。你现在也可以触碰到他，要试试吗？不是叙旧的时候，办正事要紧。是啊，办正事要紧，所以得问问这位小皇子，那些被你弄走的人，你把他们放在何处了？九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皇子啊？你是说小哥哥是皇子吗？九哥跟九嫂呢，有案子要请你的小哥哥帮帮忙，我让芙蓉先送你回华清宫好不好？那你愿意帮我九哥九嫂破案吗？愿意。小哥哥，你一定要去华清宫找我哦，我让芊芊姑姑准备好午膳等着你，我们一起陪母后用午膳。直到四公主走远，那少年才问穆长黎：我真的可以陪母后用膳吗？真是难为你了，这么多年顶着这个怪样子，太辛苦了。你看得到我真实的样子？看得到。那你呢，九哥？你看得到我真实的样子吗？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看不到，看不到最好，省得害怕。不管是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害怕的。我从西关回来，常年都在战场上，杀敌是什么惨状都见过，说那是地狱也不为过，所以我不会怕的。那不一样的，被人杀死的惨状跟生来就是怪模样是不一样的。嫂嫂，你能让九哥看到我真实的样子吗？可以啊，但是你确定要让他看到？其实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少年，且你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的另一面，那就没必要一定要把另一面展现在人前。不是让所有人看到，是想让九哥看到。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抓我去地府的。我想在我还没有离开之前把真相说出来。有些事情不应该一直被掩埋，有些人也不应该一直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好好活着。善恶到头终有报，他们得明白，做过的一切坏事都是要遭报应的。穆长黎把这少年给带走了。离开皇宫时，少年特别惊讶。我原以为自己是永远都离不开皇宫的，因为我的尸体埋在皇宫里，所以皇宫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一座困阵，我无论如何都走不出去。可是现在，九嫂，你是神仙吗？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反正你听他的话就对了，他是好人，他不会害你的。我知道，我能感觉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我才愿意让九哥九嫂看见我，也愿意跟着九哥九嫂离开皇宫。九嫂，为何我想让可仙看到我，他就能看到我？我想让石哥看到我，他也能看到我，但是母后却看不到我呢。石皇子能看到你呢，是因为他本身三魂丢了2魂，魂魄不全的人容易招阴。至于四公主，是因为她年纪小，等她再大一些，8岁吧，8岁之后她就看不到你了。那你们呢？我们有剑魂烛啊。是九哥和这位姐姐需要用剑魂烛吧？九嫂你可不用，你只凭一双眼睛就能看见我。跟我们回西江王府，先住下来，后面的事我们慢慢说。芙蓉会照顾你，我也会让我娘家的弟弟多过来陪你。总之，你要尽可能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京城，包括这个时代。为什么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啊？这件事情做完，不是像上次一样送魂魄入地府吗？不是魂魄。殿下说什么？他不是魂，对吗？不是鬼魂，是灵体。这13年，他已经修出灵体来了。灵体是什么意思？跟鬼魂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鬼魂呢，是一种能量的汇聚，不是实际存在于阳世间的，且魂归地府。至于灵体，灵体就高级多了。说点你们都懂的。
灵体可以理解为一种东西成精了，红玉镯子可以成精，石头可以成精，魂魄自然也可以成精。所以11殿下成精了，那是不是就是民间传说中的妖怪？算是吧。可如果我不是鬼魂，你们为什么还要点剑魂烛才能看见我？因为灵体不实啊。皇宫和你亲爱的父皇给你的帮助就只有那么大，后面想要彻底凝除实体，还需要另外的奇遇。那我还差什么奇遇才能把灵体凝实？九嫂刚刚说的奇遇是什么？你距离把灵体凝实还差一个我。为何殿下抓人一定要选在每月初6呢？把那些人一起抓起来岂不是更好？1个月一个，实在是太慢了。你还嫌慢？我这样都怕太快惹人怀疑。比如说你们这些人，才几天就查到事情是跟母后有关，这万一是贺贵妃那边的人去查，母后就太危险了。而且初6是母后生我的日子，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原来是为了保护皇后娘娘，那确实要谨慎些。那之后呢？11殿下对被你抓走的那些人有什么打算？九嫂，该说的我都说了，那些被我抓走的人也都没有死，都在一处废弃的宫院里关着。那宫院曾经失过一次火，烧死过很多人，大家都觉得晦气，就把它封闭起来了。我把人放在那里，怕他们饿死，就诓骗仙儿给我拿吃的过来，说是我想吃。小姐，11殿下太可怜了，咱们帮帮他吧。皇后娘娘也太可怜了，原以为母仪天下的人是天底下最最尊贵的女人，可是没想到皇后娘娘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周围尽是些想要害她性命之人，简直没有道理。道理？世间哪来的那么多道理？要是真讲道理，我们这些人也不会过那么多年苦日子。我知道九哥的事，母后时常提起，还有九嫂的生母，母后也经常提起。她总说最快乐的日子是还没嫁人之前。九哥，被我抓起来那些人，你们处理吧。我不是厉鬼，我也不是穷凶极恶之人，我做不到把那些人都杀死，下不去那个手。但我希望九哥，你也不要轻易放过他们，该受的惩罚，他们也是要受的。次日，朝廷将后宫每月初6失踪一人之事归为鬼案，大理寺正式接手。3日之后，案件宣告侦破。九皇子第一次上朝，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的面，大声宣读奏折，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当他说到贺贵妃指使那位婕妤要给皇后下毒时，有站在贺家那一边的官员当场就接了一句：“绝无这种可能，这是栽赃陷害。”焦云州回头看了他一眼：“既如此，你便与贺家同罪。若不是真的，大理寺还他清白；若是真的，毒害皇后未遂，贺贵妃降至嫔位，你死罪。”我凭什么？凭什么你说我是死罪，我就是死罪啊？凭什么你说将贵妃娘娘降为嫔位就降为嫔位啊？我就是13年前母后生出来的那个怪胎。先说那位太医，他从头到尾一直照顾母后安胎，他给母后开的所有安胎安神的药，里面全部放了堕胎的药材。虽然药材放得十分谨慎，但母后的身体本来就弱，要不是我想活下来的意愿过于强烈，母后根本熬不到足月生产，在半途就要滑胎了。可惜我的坚持换来的就是我的畸形。那些堕胎的药让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且气息太弱，只能勉强维持到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之后就是一片黑暗。我的世界整个都暗了下来，但我还是有意识的。我知道我已经死了，也知道父皇把我埋了。如此过了许多年，我渐渐的可以离开那个小坟墓了，但是我十分虚弱，我走不远，只能在父皇的清明殿范围内走动。哦，对了，还有一个小太监，父皇说看到他就像看到没能长大的我。再后来我可以走得远一些了，于是
我又知道了很多事情。直到7、8个月前，我发现我可以做更多事情了。我可以让可仙看到我，也能让石哥看到我。我可以到母后宫里走动，可以在后宫任何一个地方走动。于是我发现华清宫后院一个负责扫洒的宫女，她在墙上刻字诅咒母后，原因是她不甘心只做粗使的宫女。我气不过，抓走了她。第二个人是从福欢宫到华清宫的小太监，贺贵妃就通过那个小太监监视着华清宫的一举一动，包括母后吃了什么用了什么，以及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事无巨细全部传递过去。第三个人是冷宫里的婕妤，其实我把他抓起来，他是挺冤的，但我心中也有执念，我只要一想起他想给母后下毒的样子，我就生气。第四个人也是华清宫的宫女，因为偷盗燕窝被发现，就终日咒骂母后。第五个是那位青天剑主簿的夫人，她曾不止一次跟淑妃娘娘说母后的坏话，告诫淑妃母后很快就要地位不保，让淑妃远离母后，甚至她还当着母后的面说些不好听的话。我生气，把她抓了起来。第六个人便是姜太医的儿子，但实际上我是冲着姜太医去的，我的事他是元凶，至少那些药是出自他手，下药也是他做的，但他背后之人是谁我不知道，猜测是贺贵妃，但是没有真凭实据。第7个和第8个完全是为了给仙儿和石哥出气。11皇子的话说完了，这就是每月初6后宫必失踪一人的全部真相。就凭本王手里握着的80万大军，不容你有异议。他说完抬头看向皇上，你呢？可有异议？老皇帝都快要笑开花了，一听儿子跟他说话了，连连摆手。没有，绝对没有，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杀谁就杀谁，你说降谁就降谁，朕都听你的。苏九在边上小声提醒，注意场合，把握分寸，不要再给九殿下树敌。老皇帝嘿嘿嘿的笑，完全没有改正的意思。九殿下不要忘了，贺家手里的兵权也不比你少。那又如何？他贺家若有异议，那本王不介意把东关给屠了。他低下头不再说话，私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萧云舟放过他，谁成想萧云舟这人做事有始有终，他说让对方跟贺家同罪，那就是跟贺家同罪。来人，将此人拿下，打入死牢。说罢又环视满朝文武。本王说过，此案并入诡案，所以贺贵妃之罪没有异议，苍天在上自有神明审判裁决。至于你们，回家之后早早入睡，午夜子时自有神明入梦，将审判说与你们听。你说老九是不是长得最像朕的一个？比皇上好看多了，想来应该是像宜妃娘娘。可惜奴才没有见过宜妃娘娘，只瞧过画像。可所有见过宜妃娘娘的人都说，那画像都像不到宜妃娘娘一成。你就不能说点朕爱听的？那不得实事求是吗？也不能昧着良心硬夸呀。不过皇上，您可得好好想想后续的事儿。九殿下都把路摊到您面前了，您得上道啊。朕刚才还不够上道吗？朕都说今儿晌午就把江传堂给砍了。还不够，这件诡案摆明了就是在替皇后娘娘抱不平，而且这是诡案呢。您想想，既然是诡案，那替皇后娘娘抱不平的是什么人？或者奴才换个说法，您觉得替皇后娘娘抱不平的是个人吗？不是人，那就是鬼或者是神了。鬼神都看不过去了，您还能看得过去吗？听听，后宫有多少人想要害皇后，皇后接连没了2个孩子，当然觉得是意外。
现在，您还觉得是意外吗？九殿下就在下面看着您，您看看他看过来的眼神，吓不吓人？那是什么眼神？那是要您一个态度的眼神，是替皇后报仇、替宜妃要说法的眼神。皇上啊，您逃不过去了。老皇帝也知道他逃不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一天终于是来了。但其实也不是逃，他只是在用另外一种法子来度过这些年。当年送走宜妃和九儿子，确实是因为离家的事，朝臣逼得紧。但实际上他真正的想法是想把他们送走，避开那场祸事。当年贺家势大，他中年登基，处处受制于贺家，根本保护不了他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老皇帝勾勾唇角，一个笑毫不掩饰地勾了起来。现在不一样了，贺家也不是当年的贺家了。你旨。老皇帝开口，声音浑厚坚定。苏九立即示下，然后就听老皇帝继续说：贵妃贺氏谋害皇后，虽未成，但罪心已起，天理不容。着降至嫔位，昭告天下。如果让皇上皇后收他为义子，那他是不是就可以也姓萧，名字里有一个云？皇后娘娘从前有给他取过名字吗？我记得皇后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往西关写过信，母妃跟我说皇后已经给这个孩子取好了名字，叫萧云初。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负责让他们认干亲，再负责把这个名字还给他。你跟皇上说，干亲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就算姓了同样的姓，也绝无可能继承皇位。想来朝臣们应该不会反对。至于皇后那边，如果她不愿意认，可以让四公主帮忙，这对11皇子很重要。她之所以成为灵体，就是因为心里有放不下的执念，再加上清明殿是皇上的内政殿，龙气太盛，以至于不但勾魂使者当初没有办法把他的魂魄勾走，还让他借着龙气在多年之后修出灵体来。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善解人意，也人畜无害的模样，但实际上灵体出城，若不加以引导，很容易让他走上歪路。人尚且抑制不住自己的心魔，容易生出邪念来，何况是没有经过人世间道德约束的灵体呢？所以对他的引导和教化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是为了我或是皇后，大可不必。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地府。我之所以要帮助他成长，是因为这本就是地府没有做好的事情。人死之后必须由勾魂使者立即勾走，虽然他的身份特殊，被埋的地方也特殊，但勾魂使也不是完全去不了，要不然这皇宫里岂不是不会死人了？当年一定是还有其他事情叠加在一起，才导致出现这样的错误。如今他身为灵体，无法投胎转世，也不算活人，无论阳间还是地府都容不下他。我不能眼看着这样的错误发生，这是地府遗留在人间的债，得还。皇后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萧云舟一句生辰跟那个死胎是同一天，再一句非常有缘，彻底让他动了心，于是就跟萧云舟说：那就带进宫来看看吧。萧云舟也是一个办事的人，当天下午就把11皇子给带进宫里来了。舟儿，萧云舟许是因为有求于人，看了他一眼，就是这一眼把老皇帝给看得老泪纵横，不停地转过身去抹眼泪。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很想你，几乎每天都在念叨你。他也一直在查离家的事，但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离家不是被冤枉的。九哥，你别太恨他。萧云舟不说话，只是带着11皇子走到了皇后面前，说道：母后，您看看这个孩子。韩皇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从这个少年一进来，她的眼泪就不停地流。老皇帝的眼泪是为萧云舟而流，韩皇后的眼泪却是为了这个少年而流。她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少年，似曾相识，好像是与生俱来的熟悉。眼泪不知不觉在流，
他顾不上擦，只朝那个少年伸出手。少年往前走了几步，将手递给他，身子一矮，跪到了他的面前。韩皇后再也忍不住了，抱着这个少年就哭了起来。老皇帝这才意识到今日这场见面是为了什么，也终于把目光向这个少年投了过去。这一投过去，竟是与韩皇后一样的感受，觉得这个少年异常熟悉，不像是初次见面，倒像是从小就养在身边的一个孩子。老皇帝觉得这种感觉很奇怪，但更奇怪的是，他竟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孩子就应该是自己的孩子，什么义子不义子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亲儿子。我最后一个儿子叫什么来着？皇后说过，云初。对，叫云初，萧云初。可惜最后一个儿子没能叫得上这个名字。那既然眼前这小孩要被我们认作义子了，不如这个名字就给了他，赐个名字给他吧，叫云初好不好？云初。再低头看怀里的少年，竟发现这个少年在冲着他点头。好，就叫云初。萧云舟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也松了一口气。这是穆长黎交给他的任务，完不成他回家也没有办法交代。11皇子有了正式的名字萧云初。皇上为表重视，让苏九通知礼部，把认下义子并赐了名字这件事情走一个正式的流程。元清哥哥，你这字写的也太难看了。穆元清被嫌弃了，但是他不服气。你写写看。萧云初学着他的样子拿笔，还被穆元清指点了几回，终于笔拿好了，蘸墨书写。第一次写出来的字确实不如穆元清的好看。穆元清就笑他，哼，看，还好意思说我呢？瞅瞅你写的，跟鸡爬似的。萧云初不气馁，再写，还是不行，再写。终于在写到第3次的时候，自己开始往一个诡异的好看度上发展。他开始不再满足于写自己的名字，又开始写诗词。他会的诗词很多，常年在清明殿行走，相当于跟着皇上学了许多年。灵体本就比人聪明，再加上他用功，这些年但凡皇上念叨过、书写过的，他都会。不止写字会，画画他也会。于是穆元清看到了萧云初挥毫泼墨的一幕，差点没有惊掉了下巴。后来连穆长黎和几个丫鬟都围了过来，一个个瞪圆了眼睛，仿佛看到了神仙。穆元清彻底被打败了，沮丧地坐在一边椅子上，一蹶不振。没关系，书画比不过，还可以比骑射，没准会惊喜地发现你骑射也比不过他。这是安慰吗？三少爷想开点儿，要不然人家怎么能被皇上收为义子呢？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三少爷比不过11殿下也没什么，说出去不丢人。对呀，三少爷比不过，其他人家的少爷也比不过，丢人也不是你自己丢。一听说不只是自己丢人，穆元清很快就被治愈了，重拾陪伴11皇子的热情，开始给他讲京城的民俗以及即将到来的新年。说吧，什么事儿？姐，我觉得姚轩不太对劲。你知道的，我们之所以能混在一起，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爱读书，也不喜欢习武。我们的共同爱好就是啃老本、吃家族。说白了，我们就是京城的一群纨绔。我以为大家可以一直纨绔下去的，可是没想到姚轩他变了，他突然变得爱学习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惊悚的事情。不但老老实实的读书，居然还嫌家里的先生教的不好，让姚叔托关系把他弄进了国子学。听说昨日在国子学考了个高分，还得到了先生的重点表扬。姐，你说这事吓不吓人啊？姚轩他该不会是被什么东西给上身了吧？姚轩少爷奴婢也是认得的，他不是跟三少爷您一样，是京城里有名的不学无术吗？每次老爷骂少爷您啊，都会把姚轩少爷也给捎上几句。怎么着，他转了性了，改邪归正了？那是挺吓人的。姐，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忙看看啊？我总怀疑是有什么东西上了他的身。哎，
姚轩最近课业怎么样？听说先生还夸了他。确实是夸了，而且不止夸了一次。元清呐，姚叔这辈子也没想到，这儿子都16岁了，终于开窍了。我还以为他就准备在家里吃老本吃一辈子呢，把我跟他娘愁坏了呀。姚婶，你们有没有问过啊？姚轩为啥突然就开窍了？是有什么人规劝他吗？我俩从小一起长大，他也不像是自己就开窍的人啊。别说你纳闷儿，我也纳闷儿。虽说爱读书了是好事，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突然就爱读书了呢？而且那个爱读书的劲儿，就像身后有狼在撵他似的，不好好读就挨咬。依我看，就是长大了。姚叔啊，昨天姚轩去哪儿了？昨天晚上我看到他了。昨天？姚太医看向了姚夫人。昨天他去哪儿了？具体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只说出去转转，放松放松。我想着他平日里学习实在太累了，好不容易休沐一次，也不要总拘着他。左右着京城内外，他从小就玩遍了，也不担心出什么事，就由着他去。元清，你看到他了？在街上遇见的，3句不离劝我读书，说什么书中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小子是真的钻到学问里去了。也好，自己给自己先念下，书读起来才有个奔头啊。来，元清，喝酒。穆元清陪着姚太医喝到挺晚，喝到后来还拉着原本站在边上看热闹的年妙也一起喝，直到把年妙也给灌醉了，他这才心满意足，打着酒嗝跟姚太医说：姚叔啊，我走不动了，我今晚就睡这儿了啊，你可不能撵我。姚太医喝的也有点多，连连说道：不撵不撵，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就跟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咱们家你也不是第一次住了，客院都一直给你备着呢，就别走了。姚夫人没法子，赶紧叫家中小厮去长宁侯府报个信儿，今晚就留穆元清睡下了。穆元清拉着年妙1步3晃的晃进了客房，往榻上一倒就开始打呼噜。所有人都出去了，房门也关上了。穆元清瞬间睁开了眼睛，人也腾的一下从榻上坐起。与此同时，年妙也坐起来了，二人对视一眼，哪里还有半点的困意。他们酒量本来就好，喝醉的状态是装的，目的就是留在姚家，趁夜摸进姚轩的屋子，看看这个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静寂的夜里，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年妙主动上前将正房的门推开，轻轻的，还探头看了看，然后才示意穆元清可以进。穆元清进去之后，年妙关上了门，还从里面上了锁，以防止有人突然进来。二人这才开始在这屋里仔细翻找，寻找一切有可能导致姚轩突然勤奋学习的疑点。这屋里跟原来不一样了。三少爷，你来看，这有一副卷轴，似乎不太一样。我知道这些卷轴，据说都是名家的书画，有的都上100年了。姚叔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屋里啊，就是指望这些东西能熏陶他一下，让他有点上进的动力。原本是希望他能把书画挂起来的，可是他说看见那些东西就烦，所以一直插在花瓶里。这里面原来一共7只卷轴，从来没有增减过。现在有8只，其中1只明显是新放进去的。年妙指了指其中的1只，那就是它。穆元清把那个崭新的卷轴取了出来，在桌上点了1支蜡烛。这又是哪家花楼里的红姑娘吗？绝对不是。这姑娘看上去就是个良家女子，清新脱俗，美丽动人，不似花楼里那些胭脂俗粉。少爷，画上的女子您从前没见过吗？确定是宣少爷新认识的？当然是新认识的，要是以前就认识啊，那他以前就变了，还用等得着今天？我只是奇怪，他是打哪儿认识的这么一位姑娘？瞧这画上的模样，这姑娘比他大啊。你看这个，这里有个小印，应该是作画人留下的。年妙凑过去看，很快就辨认出，
这不是文阁坊月蝶姑娘的私印吗？对啊，那月蝶相貌平平，但是作画水平是一流的，许多人点她，就是为了让她画一幅画。她也算是文阁坊里一个特殊的存在。真没想到姚轩去找她了。具体是在哪认识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的是，在凤歌城的东郊。有什么线索吗？你过去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感应。萧云初听话的朝着穆元清走了过去，也学着穆元清的样子在那一片转悠。他甚至比穆元清走得更远了一些，但最后还是遗憾的冲着穆长离摇了摇头。九嫂，我什么都感应不到。穆长离亲自去了，萧云洲见状立即跟上。穆元清拉着萧云初撤了回来，那一片空地只留他姐和姐夫2个人。有问题吗？有问题，但是很奇怪，也看不出具体是什么问题，只是觉得这个地方磁场不太对劲，空间似乎出现了分裂。有解决的法子吗？想要知道是什么问题，想要知道这问题跟姚轩到底有没有关系，就只有一个办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谁是孩子？姚轩。彼时唐家小院，一家3口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屋子中间摆着的桌子正在发生轻微的摇晃，就连窗子和门都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这是地龙翻身了吗？我怎么感觉好像房子要塌了？如果房子塌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会不会被压死？要不咱们还是到院子里去吧。根本不是地龙翻身，而是因为有人来了。来的呀，应该是位高人。我感觉这房子是因为害怕在颤抖。这怎么可能？这高人怎么会找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不是什么人都能发现的，得有机缘呢。而且每次机缘也只能有1个人见到我们。这多少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不是早就摸出规律了吗？还有，这高人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要对我们做什么？我们的房子为何要怕他呀？我怎么知道？十有八九是姚轩给引来的，姚轩出卖了我们。不会，姚轩不会出卖我们的。傻女儿，你不要把男人想得太过痴情。即使你长得漂亮，即使你在这地方多年浸染，身上沾着几分出尘脱俗的气质，可男人通常也就是图个新鲜。咱们也不是第1次遇见外人了，吃亏还没吃出经验来吗？难道你忘了300年前发生的什么事儿吗？地府拘魂司。你说你搁我面前装这副鬼样子是为了什么呀？总不能是吓唬我吧？对面这位听了这话，微微点了点头，收起长舌，广袖一挥，眨眼间就换了一身衣裳。虽然还是一身白，却是常服，面孔也不再是先前那般模样。此刻的他容貌俊逸，还带着一身儒雅之气。领主，谢必安，我可是好久都没有见过你了。范无事总说你在外办差，来，你给我说说，你办的是什么差？什么魂非得你亲自去勾啊？手底下那么多拘魂使，不够你用的？领主，杨氏重启，所有的一切都重来过了。帝君着我调查此事，故而这段日子我一直都在外面。所有人都被推了回来？是，所有人都被推了回来。领主用词精确，就是这么回事。那你们都不觉得奇怪吗？没有人琢磨是何原因？有啊，所以帝君让我去查嘛。只不过我们毕竟不是阳间之人，个个都活成了精，对这种事情基本都是见怪不怪。甚至阴曹司那边曾分析说，极有可能是某位神通之士开启了大法器所致。领主此番前来，可是遇着了什么难事？来，坐。然后将近日姚轩之事说给谢必安听，说完就问：七爷有什么想法，说与我听听。领主就莫要取笑我了，七爷这称呼，
每每领主叫起来，准没好事。也不算坏事呀。我这不是有想不通的地方，来找你议议吗？你给我些建议，我叫你声七爷也没什么不对。谢必安，你是不是不想帮我啊？哎呀，别这么小气嘛！你不跟我天下第一好啦？领主这是故意送了个活人进去，让我不得不帮这个忙啊。是啊。地府的规矩我懂，你们奉行死人少管活人事，地面上折腾的再厉害，只要没有鬼魂参与，就不属于你们的管辖范围。但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了吗？那空间错层里到底有些什么玩意儿，我也没整明白啊。除了能感觉到对方并不是鬼魂，也不是精怪之外，其他的一无所知。你们好歹比我见多识广，手段也多，还有法器，所以我不得不跑来地府搬搬救兵。领主就没想过我不帮你？想过呀，所以我喂了个活人进去嘛。那可是活人哎，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手里握着人命吧？姚轩又不是该死的人，所以七爷你一定会帮我的啦。这种事就算别人不帮我，七爷也一定会帮我。七爷最疼我了。得，我陪领主走一趟吧。谢必安握上穆长离的手，穆长离就觉得眼前白光一闪，下一刻人就已经站在了东郊的林子里。今晚有月多星，照得下方人间通明。开！刹那间，眼前景象一换，一个农家小院出现在了二人面前。还得是文具多哈，靠我会的那点小法术是打不开这里的。谢必安没有说什么，只是又掐了一个诀，弄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光照，将二人环了起来，说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发现他们了。他往前走了几步，站到门前，吸了吸鼻子，闻着了一股子墨香，再伸手往院门上摸了几把，看看染在手上的颜色，多少有一些明白了。合着这是一幅画？领主说的没错，这就是一幅画。但如果画中之人是作画者直接画出来的，那应该归于精怪一类。可如果画中之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被放进去的，那应该就是领主之前说的既不是鬼魂又不是精怪的状态了。所以这是活人入画？穆长离听得皱眉。是真会玩啊，什么招儿都能想出来。也不知道被入画的活人跟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做到这种地步。走吧，领主，进去看看。二人穿门而入，就像平常行走一般，没有遇到丝毫的阻拦，直接就进了唐家小院。这里的时间跟外界是一致的，只是画境里面是春天，故而天亮的比较早。原来是这样。穆长离开始找姚轩了，最后是在灶间找到的。打个结界出来，我跟他说几句话。谢必安点头，掐诀，朦胧的白光范围扩大，不再只包着他们俩，而是把姚轩也带进来了。这肯定是做梦。姚轩闭上眼睛，心里不停地想着：这梦得赶紧醒，怎么能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睡着呢？把眼睛睁开。姚轩听话的睁眼，再看穆长离，就觉得这梦真实的可怕。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知道这一家人是怎么回事吗？穆长离啪的往他头上拍了一下。哎呦，问你话呢，这么费劲儿，当真学习学傻了？你真的是元清的二姐姐？说完又看向谢必安。那你是谁？谢必安不想跟他说话。哎呀，别扯那些没用的，我问你答。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一幅画，我被困在画里了。这里所有你能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是画出来的，包括屋里的那几个人也是画出来的。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画里吗？不知道，没问。说完又觉得不对劲。你说他们也是被困在画里的，不是画出来的假人？应该是照着他们的样子画了画，再把他们困在其中，那样就跟画融为一体。那人算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通常这种情况，被困在画里的人是有活着离开的机会的，
但是需要一个契机。他说到这里，看了姚轩一眼，琢磨着说道：那女子一直让你读书，让你考中3甲，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他们能离开画卷的契机。二姐姐，你到屋后面看看吧，屋后有一棵树，你在那棵树下挖挖看，看能不能挖到人的尸骨。姚轩，不是我打击你，如果那个女的要的是殿试3甲，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就你这学问，累死你也考不中，除非你爹真去透题。二姐姐，我知道我不行，你就别打击我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昨晚听唐老头说，他们之前杀过几个跟我一样进入到画里的书生，都埋在那棵大树下。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这一家人就是坏人。还有必要去挖土吗？这院子里有死人的味道，而且不止死过一个人，包括刚刚屋里那名女子，身上明显背着人命。这事儿领主不用问我，您自己比我清楚。听到了吧？他们杀过人。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不会再为他们说任何一句好话。不管他们因为什么被关进画里，都不是滥杀无辜的理由。外面有脚步声传来，他回头看，是那个年轻女子起来了。穆长黎提醒姚轩：演戏，懂吧？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同时想办法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困进画里的，还有作画的人是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被困进这画里的？就当说说话，解解闷吧。唐雪莹看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方才说道：知道了又能如何呢？画中人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要你在这画里，结局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就算是一样的，我也想知道这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就当让我做个明白鬼，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过日子。于是他点了点头，找了一个椅子坐下来，开始给姚轩讲1000年之前的故事。那是1000年以前的事儿了。那年我8岁，我家隔壁新搬来了一户人家，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个比我大了5岁的少年。因为是邻居，我们2家走得很近。我偶尔与那个读书的少年一起玩耍，渐渐熟络起来之后，他就教我习字，教我念书。这样过了几年，2家人几乎已经默认我们2个将来是一定会成婚的了。我2人对对方也非常满意，我当时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为了让他安心读书，我每天都会帮着他们家做事儿。他娘亲身体不太好，后面几年他的生活一直都是我在照顾。2家早早就准备给我们定亲，2家大人每每在一起说话，都会提起我们的亲事。我以为一切都是好的开始，却没想到竟是这场噩梦的开端。原来他是京中一个大官养的外室，因为家中主母容不得他们，将他们从京里赶了出来。大官不敢得罪正妻，便给了他们一些钱财，跟他们说以后不要再见了。可他学问很好，来我们村子之前就已经过了童生试，后来又参加会试，然后是殿试，最后成了探花郎。原来他是丞相的儿子，而丞相的发妻1年前病逝，丞相自此没再续弦。现在他入了相府，我那婆母也被人从村子里接进了京城，丞相娶她为正妻，探花郎顺理成章成为了相府嫡子。一时间他成了全京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听说皇上为他赐婚，赐的是当朝公主，皇帝的亲生女儿。我在街上听说这个消息，当时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路边的医馆救了我一命，告诉我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我们一家3口找上相府向他讨要说法，却被相府拒之门外。后来公主来了，他让人把我们一家3口从相府门口绑走，绑进了公主府。他羞辱我，说我不知廉耻，未成婚就怀了男人的孩子，说我这样的人活该被抛弃。他叫人灌了我1碗红花，又叫人勒我的肚子。我的孩子没了，可他还是不愿意放过我。我苦苦哀求见探花郎一面，他却说探花郎是不会见我的。对于探花郎来说，
我只不过是一个在寂寞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玩物。我爹娘一气之下破口大骂，说公主跟这样背信弃义的男人成亲不会有好下场的，说我们一家人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二人。那公主是怕了这样的诅咒，于是叫来一位画师，把我们一家都画进一幅画里。那画师也不知道会什么邪术，画出来的画不但栩栩如生，居然可以在画作完成之后将我们3人都困进画里。入画之前，那公主对我说，除非未来有人能在科考高中3甲之后愿意娶我，否则我们一家将生生世世被困于画里，永世不得超生。入画之后，外界之事我们便不知道了，只知道被困在画里已近1000年。这期间也遇见过几位有缘的书生，他们像你一样误入这里，与我结缘，与我生出情谊。倒是也有人真的高中了，还是位状元。可惜他高中之后只是来给我报了喜，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唐雪莹面无表情地说着这些事，显然因为年月过得太久，不管当初经历过什么，如今说起来都可以平静面对了，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情绪掀不起一丝波澜。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跟过许多个男人，怀过孩子，也没过孩子。为了从这里出去，我先后委身于几位书生，就是你，我也是在极力勾引。这种事我早就已经不在乎了，只要你们能高中，还能娶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可惜啊，好像那位公主说对了，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人愿意娶的。昨晚唐叔说，我如果不听话，就跟以前进来的那些人一样，永远留在后院的大树下。是你们杀了他们，对吧？除了那个中状元的跑了，其他的一个都没跑成。我们这院子里最初每隔几十年就会有一个人进来，到后来差不多300年才能进来一个。那些人垂涎我的美色，却没有能把我救出去的本事。我不怪他们没本事，如果他们愿意继续考，我也愿意继续等。可他们总是在得到我之后，一心只想与我欢好，再无心学业，我如何能放过他们？这时唐叔唐婶起来，在外头喊了唐雪莹一声。唐雪莹起身离开。你安心在这里待几日，稳住他们，保护自己啊！我先想办法找找这幅画的真身，找到了就接你出来，然后一把火把画烧了。但也有可能画找不到，那我就强行将你救出来，然后再把这里给封死，以后不会再有人来。唐家人太可怜了。唉，想想后院的那些白骨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们将自己的可怜又强行报复在旁人身上，这就成了罪孽。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回京之前，我从未相信过任何光怪陆离之事，我甚至从未相信过人死后还有灵魂。那是从何时开始相信的呢？真正相信，是破过了骨灰画那个案子。但要说起疑，则是从我母妃的骨灰坛子合不上盖子就开始了。未来2天，各方都在查找关于1000年前那位公主的相关记载或是传说，所有相关的人都在找线索，大理寺也是全员行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线索最后竟是穆元清从文歌坊打听到的，说是那位公主喜欢上新科探花郎，但是这位探花郎在老家与人定了亲，而且未婚妻还有了身孕，并且找到了京城来。公主便将未婚妻一家3口抓到了自己的府上，就请这位画师相助，用邪术将那一家3口困进了画里。从此以后，就跟驸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哎，可是那公主后来如何了？故事写得笼统，我也记得不多了。好像结尾说，公主100年之后葬在了京城北边50里外的一处地方。次日，一行人坐着马车往城北去。1000年前那个朝代的都城跟凤阁城有一些偏移，但也没有差太远。前面有个村子，但直接过去打听有没有公主的坟墓，似乎也不太好。咱们得想个法子，怎么着手查这件事？不急，
去村子里转转，你觉得会是这个地方吗？暂时也没有什么想法，进去看看再说。大叔，我们是从京城来的，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们家少爷和少夫人准备回老家，路过咱们村子，想歇歇脚，顺便找户人家讨口水喝。他一边说一边递了一小块碎银子过去。大叔能不能帮我们领个路，看哪户人家愿意接待我们？我们还想吃顿饭，会加倍给的。那就到我家吧，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也养了些鸡鸭，杀了给你们炖着吃。夏天那会儿晒了干菜，凑吧也能让你们吃饱。就是米没有精米，都是些糙米，你们别嫌弃。不嫌弃，出门在外的能有这些吃的就不错了。